开学军训第一天，只因你受不了太阳暴晒，给好兄弟发去求救短信。义父，下午军训给我送杯冰奶茶吧。没想到第二天，江南大学第一校花，腰细腿长的冰山女神喝着奶茶就出现在操场上，在大一新生震惊的目光中，把喝到一半的奶茶递给了你。诺，冰奶茶带来了，喝吧，我的好大儿。陆离想起昨天晚上打完游戏，他和自己那位好哥们的聊天内容。兄弟，明天军训给我送点水呗，我们方队就在操场旁边的足球门那。叫声义父，我就送。义父，操场等我，好大儿。你知道我长什么样吗？只要你发给我的不是网图，我就能找到。思绪回到现在的陆离，他看了看手中的奶茶，又看了看眼前江连雪那带笑的绝色容颜。不是，哥们，你女的啊？江连雪可是几乎每一位江南大学学子的梦中女神，没有人见过她和男人一起出现。每天都有人在表白墙表白江连雪，但是却没有一个成功过。哪有女生会用一个正在发出十字光波的赛罗奥特曼当微信头像的？哪有女生打个王者荣耀常用英雄全是程咬金、吕布和老夫子的？哪有女生会在凌晨2点突然发来一张白丝萝莉图？这丝袜好色好好看啊！念及至此，他忍不住又看一眼那双美腿，还真是又长又白。喝不喝呀？我不能待太久，会影响你们军训。那喝一口。陆离感觉自己大脑已经混乱，完全依靠身体本能在说话。从江连雪手中接过奶茶，他迅速喝了几口，感觉格外的甜，格外的爽。中午解散之后你来找我，到时候微信联系我。陆离点了点头。此时他大脑恢复清醒许多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似乎是和江南大学的第一校花女神好上了，两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应该是算是很好的朋友，互相想当对方爹那种。江连雪喝着奶茶走开，重新坐下身的陆离瞬间被班级里其他人的目光环绕。陆离已经有所预感，接下来只需半天时间，估计自己的名字就要传遍整个江南大学了。陆哥，你管这叫兄弟？我也是才知道她是女生，还是我的学姐。这哪是普通的学姐，这是江连雪啊！实话告诉我，你俩到底什么关系？算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吧。你骗谁呢？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会毫不介意用同一个吸管喝奶茶。陆离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岂不是和江连雪间接接吻了？他不理解为什么江连雪不买2杯奶茶，该不会是故意的吧？陆哥，我从小到大没求过别人什么事。你干嘛？先说好了，想要江连雪微信，我得经过她同意。不是，陆哥教我玩马超呗，我也想当网络男神。陆离嘴角不禁抽搐一下。老兄，人和人之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上午军训结束后，陆离打开手机，映入眼帘的是老爹的消息。儿子，上大学第一天感觉怎么样？生活费够不够用？其实高考刚结束的时候，陆离就已经开始在网上写网络小说，每个月挣的钱和生活费加一起完全够用。放心，都挺好的。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大学能不能给我领个儿媳妇回来。我担心的不是你生活费够不够用，是我未来儿媳妇生活费够不够用。放心老爹，我给你找个富婆回来。应付完老爹，他打开我就是光的聊天框，一看到那个发着光波的奥特曼头像，他就感觉胃有点抽搐。聊天界面中入目便是一张2次元巨乳美女人妻图。看，大来来。握着手机的陆离凌乱了，他本以为电话那头的是一位2次元死宅学者，谁能想到对面会是江南大学的冰山校花，身材火辣程度完全不输网图的存在。你在哪里呢？我上午的军训结束了。你寝室楼下。你怎么知道我寝室在哪？我没和你说过吧？看不起江南大学第一美女的人员是吧？好，这位江南大学第一美女，你也不希望自己发大来美女图的事情被别人发现吧？陆离刚从寝室离开，一下楼便听咣当一声，一个男生当着陆离的面撞到了宿舍楼大门门框上，他一时间不敢动弹。只见那男生一边揉着脑袋，一边还不忘往外看去。陆离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江连雪静静站在那里，就像是一朵冰山雪莲，身上散发着生人免尽的气息。路过这位冰山校花的男生们都和撞门那位老哥一样，不时扭头看去，同样他们心中也很是疑惑，这么漂亮的女生究竟是谁在谈？哟，江南大学第一美女亲自在等我啊！我维持了1年的高冷人设，你可别开学第一天就给我毁了。你这一见我就笑不拢嘴的样子，高冷人设早就塌了。果然那句话说的没错，哪有人生来就是高冷，只是对你高冷而已。陆离还是忍住没有揭穿，毕竟江连雪笑起来很是好看，要是以后为了维持人设不对自己笑，那实在是有点可惜。中午要去哪吃？食堂吗？身为义父，怎么能第一顿饭就请好义子吃食堂？走，我带你去校外吃。想吃什么？我给你点。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饭店吃。你在江南大学1年只吃食堂吗？我都是回家吃，家里在附近大学租了一个房子，每天都有阿姨给做好饭。富婆，吃饭。你点吗？想吃什么都可以。陆离接过手机，很快点好4个菜，手机还给江连雪后，他露出期待的目光。讲讲吧，富婆姐姐。
软饭要用什么姿势吃比较好？我还是更喜欢你以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没问题，姐姐要哪款，我就便哪款。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还记得我说要和你讲为什么要装高冷吗？我上大学第1天，父母就和我说，让我多交朋友，和同学们处好关系。但是入学以后，我才发现，每一个男生都想约我出去吃饭、看电影、开房，每一个女生都想看我一个人吃饭的模样。无论我做什么、说什么，在他们眼里似乎都有别的意图，所以我便干脆什么也不再做，什么也不去说。不会觉得孤单吗？孤单吗？以前不会，以后可能不一定了。听到此话，陆离脸色一红，他能理解江连雪的感受。江连雪过于出众的家世和颜值，换来更多的是嫉妒，还有不敢靠近。如果陆离是在线下认识他，或许一开始也不是很敢靠近，但2人是在网上认识的，相处起来反而自在许多。我之前还以为你是男生呢。我知道。你不会是故意装成男生的吧？陆离突然想起来，2人一起打游戏的时候，对方从来没有开过麦，自己发照片之后，江连雪也没有回复。当时他是以为对方是男生，他才随便挑了一张就发了，足够面积就行了。早知道是妹子，我就挑一张海马体证件照套餐里的照片发过去了。而对于陆离的怀疑，江连雪只是笑而不语，像是默认。反正2人在网上释放本性的样子，互相都已经全看过。好哥们，江南大学哪里比较好玩啊？有推荐吗？我不知道。怎么说你也是在江南大学学习了1年的学姐，这都不知道？我只在有课的时候来学校，没课的时候就回公司了。公司？你不是大2吗？已经有公司了。大1的时候，父亲就把江南城的分公司交给我管理了。比起学校，我在公司待着的时间更多一些。陆离不禁倒吸口冷气，不愧是富婆姐姐。既然你家里那么有钱，为什么不去出国留学呢？怕我在国外被绑架了。陆离立刻坐直身，扭头四处张望。找什么呢？保镖。放心吧，你看不出来的。还真有事吧？陆离不禁捂脸，这一天他感觉自己都在不断受到冲击。其实之所以来江南大学，是因为我很喜欢江南城而已。我喜欢这里的古镇水乡。说完，身着紧身 T 恤的江连雪伸了个慵懒的懒腰，挺起的丰卵很是圆润，蛮腰诱人。陆离看见这个场景，顿时血脉喷张，感觉有些难以把控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陆离点了点头，这他属实说不出谎话。其实我是特意为你打扮成这样的。这一句话的杀伤力实在有点大，陆离感觉一瞬间心跳都停止了。我知道你喜欢看胸和腿，所以就特意穿了这件小1号的短袖 T 恤和短裙。怎么样，哥们够意思吧？靠，我都怀疑你是我上辈子的好兄弟转世成功了。陆离的视线忍不住又落到那挺翘圆润，这 T 恤真大。你平常都穿什么样啊？连衣裙或是公主裙多一些，去公司的话会穿定制的西装。你要是想看，下次出门的时候我可以穿给你看。不愧是大哥，有好东西是真为哥们儿着想。吃过午饭后，2人在门口分别，约好了晚上再聚。晚上将由陆离这位刚进校园2天的大一新生，带江连雪这位入校1年的大2学姐，好好逛一逛江南大学。陆离刚一回到寝室，王旭拉过椅后坐到了门口，就像审判一样看着他。你要干嘛？义父，想让江连雪当你爷爷？做梦！我是想向你学习一下怎么追到女神。嘿嘿，不用江连雪那种级别，只要柳如烟那种就行。柳如烟就是计算机专业新生中热度最高的一位。看着眼前连义父都叫出口的室友，陆离摊开双手，不管你信不信，当初是江连雪主动加的我好友。切！王旭起身翻了个白眼，想必定然是江连雪瞎了眼。到了晚上，陆离按约定给江连雪发去消息：富婆姐姐，饭。别急，再变身了。别变了，奥特曼见我来也挺好，正好我给我室友介绍一下，我认识迪迦。我在换衣服，校门口等我。好嘞。陆离收起手机，心情很是愉悦，笑着向大长腿不是校门口走去。10分钟后，陆离脸上彻底绷不住了。直到江连雪走到陆离面前，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奶香味，此刻陆离才终于回过神来。走吧，富婆姐姐，带你去尝尝我们平民吃的饭。陆离带着江连雪往食堂走去，刚迈入食堂，江连雪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就像按下开关的灯泡一样，而那个开关就是窗口那些琳琅满目的美食。陆离看着她的表情，好像发现了打开富婆姐姐心门的钥匙。这些她早就习以为常的食物，在江连雪看来，却似乎是不可多得的美食。吃完饭后，2人又买了2杯奶茶。陆离，接下来去哪儿啊？走，哥们带你去江南大学见见世面。你是不是当俺傻？你就说去不去嘛？去。9月江南城的傍晚依旧很是闷热，
陆离带着江连雪在校园里慢悠悠地走着，两人也没有目的地，就像是晚饭后的遛弯。在别人眼中如高山雪莲般冰冷的江连雪，此时就像是一只出生的小猫咪，一步一步黏在陆离身后。看见江连雪的表情，陆离不禁坏笑道：“你这是想谈恋爱了？我要是谈恋爱了，哪位好兄弟还能包养你啊？”有道理，那我可得把你看紧点，别让坏人把你拐跑了。放心了，俺精明的一匹。看着一本正经说出这话的富婆姐姐，陆离对此保持怀疑态度。因为江连雪不太喜欢去人多的地方，两人便去了明星湖旁，肩并肩坐在了湖旁的长椅上。喝着奶茶的江连雪呆呆望着湖面，脸蛋吹弹可破，很是白嫩，让人忍不住想要捏一下。而陆离也正看得出神，突然一双宠物压在了他的腿。诺，你最喜欢的脚。在江连雪把小脚伸入怀中那一刻，陆离大脑是宕机的。好在控制男人的从来不是大头，他的手已经自己动了，握住了被洁白薄袜包裹住的小脚，轻轻一捏，软弱无骨。江连雪感觉有点小痒，但是能够忍住。陆离想起了两人往日的聊天内容，在两人没见面之前，江连雪还表示过疑问：不就是腿和脚吗？不是谁都有，美少女的有啥可喜欢的？不，这不一样，就像你的腿和脚，就算给我钱，我也不会去摸，但是美女的，我可以给她钱。而现在他只想说一句：真香。你揉就揉嘛，脱我袜子干嘛？陆离低头看去，愣了一下，奇怪，你是不是来之前特意洗脚啊？怎么这么滑，袜子都滑掉了。江连雪翻了个白眼，懒得去揭穿陆离。好了，今天的福利时间就到这儿了，我也要回家了。这几天晚上我都有点忙，没办法来学校，晚上我找你一起打游戏吧。是公司的事吗？有个项目要开展了，我需要前期跟进一下。送别江连雪后，陆离转身走回校园，他感觉很是奇妙。陆离不太清楚自己这算是爱情吗？对于江连雪，他肯定是有好感的，毕竟长得那么好看，爱好那么相似，兴趣还那么相投。只是他不确定江连雪对于自己是什么感觉。应该也有喜欢吧，毕竟连脚都让自己揉了。回到寝室后，王旭立马又凑了过来：和江学姐卿卿我我了？没有，就是散散步而已。啧，和江学姐一起散步一定很爽吧？一般，学姐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我俩就去人少的地方了。听到这话，王旭表情一僵。人少的地方，你和江连雪钻小树林了？没。那你们去哪了？我带着江连雪去明星湖坐着了。哈哈，老陆啊，你怎么这么纯情啊？那可是江连雪啊，你怎么忍住的？就在明星湖坐着。确实，我还是不太敢，只是揉了一回她的脚而已。靠，我要给艺人打电话，让他带把刀回来。不至于吧？不就是摸个脚吗？也不至于把我刀了吧？那可是江连雪啊，你竟然能揉她的脚。上床以后，陆离给江连雪发去微信：上好。马上，刚进屋，等我坐电梯回房间。怎么了？很急吗？没事。陆离放下手机，盯着天花板，有点惆怅。原来富婆家里是真的有电梯啊！这种千金大小姐，刚刚竟然就坐在我边上，让自己随便揉脚，这属实有点过于科幻。军训一周很快结束，王旭看向身旁的于一人：今天晚上的聚会你去吗？听说柳如烟他们寝室都会去。拜托，我可是有对象的人，等我下午先请示一下淼淼，应该也会去吧。老陆呢？你去不去？我就不去了，晚上要跟富婆姐姐出去溜达。老陆不行啊，你得来啊。怎么是？其实是柳如烟的室友来找我的，想约我们寝室一起出去，他还着重提了一下老陆你一定要去。靠，凭什么？凭我长得帅呗。但我真去不了。富婆姐姐这几天晚上打游戏都要提一下今天出去溜达的事，我要是敢搁她能一个奥特飞踢把我踹死。老陆，你这有富婆姐姐潇洒了，也要帮我们兄弟脱离苦海啊！老王，该不会其实是柳如烟想约陆离，你趁机想要和柳如烟室友勾搭上吧？靠，老韦，你早有这智商，还能和我考一个大学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再说他室友那么多，你不也有机会吗？好像是这么回事。义父，救救孩子们啊！要是中午吃的饭，我可以。好，我问问。要是2个寝室联谊的话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和淼淼下午也出去玩了。没事，老于，你来不来都一样，反正他们没人看上你。几人回到寝室后，王旭不知从哪里搞来一瓶香水，自己喷了起来。韦明翰见此也凑上前去：老王，给我也喷点，这香水可贵着呢，你省着点用。陆离笑着脸看着他们，然后给江连雪发去消息：富婆姐姐还在打小怪兽吗？你军训结束了？结束了，下午要和室友一起出去吃个饭，你忙完了来饭店找我。好，想喝什么口味的奶茶，我给你带。醒时春山。好。老陆，你要喷点吗？我不用，闻着呛人。
我受不了。王旭和韦明翰吵着要来，提前了足足1个小时。王旭盯着菜单看了半天，又递给了陆离。老陆，你点吧，不要点太多。陆离接过菜单一看，终于知道王旭为什么不敢点。这里的菜单价没有60以下的。这饭店挑的真不简单啊！点好菜后，又足足等了1个小时，打扮很是青春靓丽的3位女生才走入包间。为首的柳如烟笑着开口：“不好意思，久等了，化妆用了挺长时间。”没事没事，没等多久。而柳如烟径直走到陆离身旁：“你好，你就是陆离吧？”听到这话，王旭和韦明翰同时对视一秒。不是哥们，凭啥啊？饭局开始后，其他几人都聊得很开心，而陆离却是专注干饭。柳如烟不厌其烦地主动挑起话题，陆离也是随口应着。这次聚餐，他主要是给王旭和韦明翰撑撑场，所以也懒得过分表现自己。就算柳如烟表现出对自己多么的感兴趣，他也不想回应。但奇怪的是，他表现得越是冷漠，柳如烟反而越是热情，就好像是轻易得到手的都不会珍惜，只有富有挑战的才更吸引人。后面陆离干脆借口去卫生间走人。原来新鲜空气的味道是这样的。包房中充斥着各种浓郁的香水味，让他很不自在。他来到大厅坐下，正思索着要怎么提前离场。这饭局他是1分钟也不想多待了。恰巧此时江连雪发来了消息：“我打完小怪兽了，饿了。想吃啥？不知道，想吃的太多了，先来找你吧。你在哪？”给江连雪发去定位后，思索一番，他又给王旭发去消息：“富婆姐姐来接我了，你们先吃，我先撤了，帮我和他们说一下。”老陆，够意思，我感觉我今天肯定能拿下一个。这俩人都要被吊成翘嘴了，还肯定能拿下一个呢。他回复了一个加油，便开始刷视频，等着江连雪过来。突然低着头的他突然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水味，让他不禁眉头一皱。他表情看起来也有些不悦。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没有啊。那你饭桌上为什么故意要走？没有啊，真的有人约我出去，我不是跟王旭说了这事吗？怎么他不知道？我知道你是故意这么做来吸引我注意的，那我就直说吧，我对你确实有点好感。陆离嘴角不禁抽搐一下，这究竟是谁给的自信？从小到大，要在柳如烟身边都是赞美和善良，所以他性格就是如此，认为没有男生会不喜欢自己。面对如此自信且有点自恋的柳如烟，陆离感觉有些头大。我真的是有约了，他马上就到。如果真有约，为什么不到包房里等？不就是故意想让我出来找你吗？我只是想出来透透气。好好好，那我问你，你在等谁？江连雪。谁？江连雪。陆离，我承认你确实有些帅，但你和江连雪，你自己不觉得好笑吗？那可是让我都感到自惭形秽的女人，这种女神会看上你吗？不会吧，全院都知道江连雪军训给我送水了，这姑娘不知道，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说完，陆离懒得再多说什么，拿起手机继续看起了小说。柳如烟见他这副模样，以为他心虚了，不禁笑着也在客厅坐下。他今天偏要看看到底是谁会来找陆离。两人就这么无声的耗着。10几分钟后，陆离手机一震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让刘叔停个车就来找你，你在哪？雅诗阁1楼。发完消息的陆离嘴角忍不住上扬，一旁的柳如烟满脸不屑，只是很快，她的笑容就凝结在了脸上。一道明媚到发光的身影出现在饭店门口，江连雪缓缓进入店中，看起来格外的灵动，富有生气。她笑着向陆离挥手，好意子，走，溜达去。靠，在外面别这么喊啊！陆离站起身，旁边的柳如烟已经傻眼了，她从来没见过江连雪露出这种表情。我走了，拜拜。陆离懒得多说什么，光是看他这副表情就已经有些爽到了。神情有点呆滞的柳如烟没有做出回应，呆呆地望着陆离和江连雪离开了雅诗阁。他是谁啊？计算机系的一个同学，今天来联谊的。哦，江连雪没有细问，她能感觉到陆离语气的不耐烦，知道他应该挺讨厌对方的。想吃什么？炸蘑菇。好，那去小吃街吧。陆离带着江连雪向江南大学的北门那边走去。一路上，江连雪兴奋地讲起昨天更新的游戏，新角色上线了，他已经准备好直接氪满了。而陆离为了给富婆姐姐分担一下经济压力，则暖心地表示炸蘑菇他请了。激动的江连雪当场宣布要给陆离氪个648。陆离也是暗自下定决心，这个义父可以再多叫1星期。这软饭怎么吃起来这么香的？江南大学美食街，夜幕已经降临，陆离和江连雪坐在美食街的桌子旁，桌上已经摆满了各种小吃。小奥特曼，你这吃得完吗？江连雪很是认真地点了点头，能吃完。好好好，慢慢吃。陆离喝着汽水，笑着看向他，吃得两眼放光的江连雪像是一只小猫，可爱至极。光是看美女进食就是一件让人心情愉悦的事情。而吃得很是开心的江连雪把咬到一半的淀粉肠递给陆离，胃里留给淀粉肠的部分已经吃满了。这你也计算到了。辣椒有点多。我今天特意1天没有吃饭，就等晚上这一顿。昨天就已经想好要吃什么了。
没想到富家千金的快乐会这么简单。吃完小吃之后呢，想要去干什么？看电影。好，我现在订票。想看的电影你一定也已经想好了吧？我要看《名侦探柯南：黑铁的余影》。靠，可爱的。不是，我要看《贝姐露肩》。好家伙，不愧是你，你是懂得植入主题、抓住要点的。有美女，你是真冲啊！那当然了，你可别忘了，哥们儿也爱看美女的。陆离开始订票，因为电影已经上院线很久，这一场并没有多少人看，只是他正在疑惑为什么座位都是两两绑定在一起的。突然半份烤冷面又递到了他跟前。幸亏之前在雅诗阁没有吃太多，不然现在还真不一定吃得完。10几分钟后，吃的都有些撑的陆离和江连雪一起向电影院走去。路上，江连雪正猛猛喝着奶茶，但是依旧忍不住突然打起了一个嗝。陆离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。美女打嗝属实是太难得一见了。江连雪有点羞怒，气得直跺小脚，高跟鞋在地上哒哒哒的踩着，她还不能说话反驳，生怕一口呛到，连着猛喝6口奶茶就止住了。江连雪也照着他说的连喝了6口。可突然又打了个嗝的江连雪瞪大眼睛，好像在说没用啊，根本没用啊。边弯腰边咽水，多喝几口就好了。江连雪立刻乖乖分开双腿，与肩同宽，丹田下沉，然后猛地弯下腰去。没想到这位女神还有成为女神经的潜质，怎么在别人面前那么高冷，在自己面前会这么憨憨？所幸这一招确实管用。奶茶喝到一半的江连雪终于止住了打嗝，她抬起头来，目光凶猛地盯着陆离。笑什么笑啊？没见过美女打嗝吗？还笑那么开心？确实没见过。恶龙咆哮！发出恶龙咆哮的江连雪向陆离扑来，陆离笑着向前跑去，两人就这么追赶着跑入商场。进入1楼大厅的陆离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身去，江连雪就那么直直地撞入到了他的怀中。贴在胸口的江连雪抬起头，也笑了起来。你小子最好别让我逮到你打嗝。放心，绝对不会让你逮到的。你最好是，不然我一定给你录下来当专属铃声。你一给我打电话，就会听到你打嗝的声音。陆离表情有点奇怪，好家伙，没想到小奥特曼好这口。他轻轻嗅着江连雪发梢间洗发水的奶香味，笑着问道：还要抱多久？哼，舍不得我的好意子，还不能多抱一会了？富婆姐姐，还有5分钟，电影要开始了哦。啊，快，我们快点去上楼。进入电影院坐下后，陆离这才反应过来这里是情侣厅，所以座位都是2个绑定着选的。一旁的江连雪自然而然靠在了陆离的肩头，他把自己喝了一半的奶茶递过去。我要和你换。为了阻止打嗝，一路上他硬生生灌了半杯奶茶，剩下的不是很够喝。陆离笑着把自己的奶茶递给他，两人并不需要互换吸管。此时的陆离有些不知所措，他紧贴着江连雪的手臂，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比较好。江连雪察觉到他的异常，很是自然地弯下腰去，准备脱鞋。陆离瞬间心头一震，连忙伸手阻止。这里不行的，是香的。看完电影我再验证。哦，江连雪坐起身来，紧接着他又拉住陆离的手，牵引到自己的细腰旁，让他把自己整个搂入怀中。陆离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加速，这哪个男人也把持不住啊！当陆离和江连雪一起走出电影院时，已经是晚上8点。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江连雪一脸兴奋，嘴里不停念叨着贝姐美貌盖世无双。跟在身旁的陆离不住点头，他只记得江连雪的身体真的好软啊，靠在自己怀中，温暖又舒适，他都不敢想，天天晚上要是能抱着这么一个娇躯睡觉，会有多么幸福。路边，江连雪的司机刘书正站在车旁，微笑着等候。我得回家了，到家之后一起打游戏啊。陆离笑着点头，目送着他钻入车，黑色轿车平稳的驶离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今天我很开心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下回再让我多揉揉脚就好了。很快，一张照片发了过来。陆离一边默默点击保存图片，一边发送消息：好，能不能再继续挑战一下我的软肋？嘿嘿，想得美，下次再带我出来溜达，我再给你看。小奥特曼，你看看明天怎么样？不行哎，周末家里有安排，要去参加一个聚会，下周看看。陆离刚一回到寝室，就看到王旭正躺在床上，拿着个手机傻乐呵。他怎么了？搞得床像是装唢呐了一样。还能怎么着？和卜林关系进展火热呗。哟，老王啊，进展到哪一步了？目前已经发展到朋友之上了。怎么不继续聊了？他洗澡去了。好家伙，这卜林看来段位也不低啊。王旭这是被牵着鼻子走啊。你呢？进展如何啊？女人只会影响我开枪的速度。你能有这觉悟，为父很欣慰啊。第二天一早，陆离刚穿好衣服下床。哟，老王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卜林给我发消息，问我要不要去看电影。你小子可以啊，行动这么迅速。嘿嘿，老陆，最近有什么电影好看的吗？
看在父子一场的情谊上，我给你个忠告，哪一场电影不重要，重要的一定要买5号厅的票。有什么说法吗？别问，看完电影你会叫我一声义父的。陆离笑着离开寝室，趁着香水未扑鼻之前逃离。陆离准备吃个早饭，然后去大学生活动中心看看有没有什么社团。刚到食堂门口，就看到柳如烟和卜林迎面来。陆离嘴角抽搐一下，目不斜视，准备擦肩而过，却未曾想卜林主动开口。陆离，好巧啊，你也要来吃早饭吗？这丫头是真瞎还是装瞎？那旁边站着的柳如烟，表情都要阴沉的低下水了。你还这么自然而然的和我打招呼，既然躲不过，那就顺其自然吧，反正难堪的又不是我。食堂里，饭桌旁坐着3人，陆离和卜林聊着天，坐在一旁的柳如烟像是个局外人一般，一言不发。你打扮这么漂亮，是真对老王动心了？就是觉得相处挺舒服的，慢慢看嘛，做朋友也不是不行。好家伙，你俩的事情你俩自己看着办吧。直到此时，卜林才注意到自己的好闺蜜柳如烟今天格外的安静。如烟，你生病了吗？怎么从昨天回来开始就一直闷闷不乐的？没事，玲玲，我就是有点累。我吃完了，先回寝了。你俩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不知道。卜林面露怀疑，但是也没再多问。几分钟后，好好打扮一番的王旭屁颠屁颠的跑入食堂，笑着走向卜林。老王啊，你笑得和8苞米的熊瞎子一样，能不能优雅一点？没事，挺可爱的。王旭挠着头憨憨的坐下。陆离不准备再打扰两人，起身离开。他刚来到大活一个社团门口，突然一排衣服向自己倒来，他立马上前一步，一把稳住了要压倒自己的衣架。谢谢你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要砸到人了。这是要推到哪里去？屋里已经开始大扫除了吗？这男生是谁？为什么如此自来熟？难道也是戏剧社的吗？怎么感觉这么面生呢？学长好，屋里刚刚开始打扫，我们再把道具推出来。啊，我怎么就成学长了？我来帮忙。卫生打扫干净后，陆离混在一众戏剧社的人群中，为首的社长蓝玉婷微笑着开口：辛苦大家了，2个月没见，看见你们这些熟悉的面孔还有些想念。同学，你是？你好，我是计算机系的大一新生陆离，想要加入你们社团。此话一出，周围人都震惊了，特别是刚刚那位女生，她瞪大双眼，如遭雷击。我刚刚还看见你帮忙一起收拾屋子了。提前熟悉一下环境。蓝社长，把他留下吧，以后干活还多个人手。好，那就欢迎陆离同学成为我们戏剧社新学期第1位加入的新成员。陆离笑着点头道谢，没想到加入社团是这么轻松的事情。瑶瑶，后续由你带着陆离了解一下戏剧社，我们继续开会。会议结束后，那位名叫瑶瑶的女生走到陆离面前。学长是吧？我也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学长吧。你这演戏天赋不加入我们戏剧社，真是浪费了。嘿嘿，谁说不是呢？随后，瑶瑶给陆离讲解了一下他们社团，名为芷兰戏剧社，是江南大学有名的社团，甚至每年都会有团员被星探挖走。回到寝室后，陆离也和刚认识的团员们打起了王者，5局下来1把没赢，他找借口退出了。放下手机的他长舒一口气，随后又给江连雪发去消息：富婆姐姐，干什么呢？在想你。想我怎么不给我发微信呢？因为看见你在和别人打游戏。陆离愣了一下，他刚想说自己是在和谁玩，一个电话就打了过来。富婆姐姐吃醋了，哼，要不要上号打游戏？哼，来，今天想打多久我都陪你。说好了，你是不知道这个聚会有多无聊。被轻松哄好的江连雪很快就登录好游戏，看起来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和团员一起打游戏，陆离感觉自己在上行，而和江连雪一起玩游戏，陆离感觉自己完全就是在享福。突然，韦明翰跑来：老陆啊，靠，你要干嘛？怎么突然露出这种表情？我害怕。老陆，我也想谈恋爱了。靠，你想谈恋爱你去找啊，你和我说干什么？我是直的，我有喜欢的女生。你想哪去了？我意思是你能不能当我的恋爱军师，帮我找对象啊？你觉得我像是月老？我觉得你像是海王。滚呐！我江南第一深情好不好？可恶啊！看我也去找个对象，回来滋你一脸。不是，哥们，你要滋谁？韦明翰倒吸一口冷气，他这才想起陆离身边的那位可是江连雪，他根本想不到找谁做女友，能滋陆离一脸，他瞬间泄气，独自走开。开吧，刚刚我室友吓我一跳。海王先生，请问你口中喜欢的女生是谁呢？我都说了，我是江南第一深情，不是海王。好，第一深情，请问谁是你心中的那个女孩呢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一定很清楚啊。此刻，坐在聚会别墅内的江连雪感觉自己的心脏在不断加速，咚咚作响。是谁啊？问出问题的他明明期待着那个答案，也有极其强烈的感觉确信是那个答案，但是他还是希望陆离亲口说出。陆离也察觉出异样，在他看来江连雪认真了，
在心爱的女孩认真时，若他只是开个玩笑，那就有点太不绅士了。他就在我的耳旁。要不我偷偷从聚会溜走，去找你溜达吧。你们聚会是在哪里啊？我也不太清楚具体位置，是个庄园，一位叔叔租了这块地60年，每个月我们都会来聚一次。这就是有钱人家的社交方式吗？不像是社交，我觉得更像是想找好哥们装个叉而已。我懂，你不累吗？还有体力溜达？不累，我要吃小龙虾。好吧，我到校门口等你。好，我马上到。20分钟后，站在江南大学北门的陆离见到了那辆熟悉的黑色轿车，停到自己面前。身着黑式晚礼裙的江连雪缓缓走向陆离，此刻的他已经傻眼。怎么，看傻眼了？你真的好美。江连雪嘴角的笑意愈发抑制不住，从小到大，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会夸一句真好看，太美了。她早就已经对此麻木了。不会被我的美貌冲击成傻子了吧？醒醒，带我去吃小龙虾了。走走走，想吃蒜蓉的还是麻辣的？当然是麻辣。蒜蓉是什么邪教？你吃过小龙虾吗？就断定蒜蓉是邪教？没吃过，但是我不管，除了麻辣都是邪教。好好好，你长得好看，你说的算。几分钟后，饭店内，陆离看着眼前身穿黑色长礼裙的江连雪，不禁犹豫了。穿这身衣服来吃小龙虾，实在是有些过于违和了。你别动了，我给你扒好了再给你，以免汤汁溅到你的裙子上。没关系的，这裙子不贵，也就几万而已。你别动手，我来。陆离连忙出手制止，江连雪是不在乎，但她是真心疼啊。一旁站着的服务员也很是紧张。一件裙子抵我1年的工资了，什么时候伺候过这么金贵的小姐啊？见陆离坚持不让自己动手，江连雪也乐于享受服务。很快，一个鲜美小龙虾肉蜷缩躺在江连雪面前的盘子中，她伸手捏住放入嘴中，轻轻一用力就吸入口中。看着认真扒着每一只小龙虾的陆离，她嘴角微微扬起，不知为何，明明吃的是麻辣小龙虾，但是却感觉这么甜呢。陆离专心扒着龙虾，感觉很是奇妙。江连雪撑着脸，笑眯眯地看着眼前的少年。整个饭店中的人目光都聚集在江连雪身上，而江连雪的眼中却只有陆离。几分钟后，江连雪辣得香汗淋漓，脸上已经有些发红。陆离手中捏着一只龙虾肉，陷入犹豫了。你还能吃？能吃。你都辣成这样了，还能吃？能吃。你先从1数到10，能数明白我就给你吃。你别管，我能吃。一边说着，江连雪还一边张开了嘴，示意他为自己。看着眼前这嗷嗷待哺的女神，陆离属实扛不住这攻势，那双大眼睛每眨一次，陆离就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停一下。实在受不了的他，只好把手中的龙虾肉乖乖放到江连雪的嘴中。他柔软粉嫩的舌尖轻轻舔过陆离的指尖，好似有电流顺着陆离的指尖传遍全身，让他酥酥麻麻，骨头都软了下来。江连雪眯着眼睛，很是开心地吃下嘴里的肉，然后又被辣得拿起可乐快速喝起来。陆离笑着拿起下一个小龙虾，刚刚扒好，江连雪就已经张开嘴乖乖等候着。把龙虾放入那樱桃小嘴中时，不知江连雪有意无意，她闭嘴时快上一些，吮吸了一下陆离的指尖，陆离也没有揭穿，只可惜剩下的小龙虾已经不多，江连雪也已经要吃撑了。吃完以后，两人都有些意犹未尽地从店里离开。接下来想去哪？明星湖。不要。为什么？别人看见这么好看的你，是要收门票的。江连雪笑出声来，陆离面带微笑，静静看着她。这一幕很美，但是她不想用手机拍下，她要将这一幕深深记在自己的脑海之中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。陆离点了下头，笑着跟在他身后，两人慢慢地走着，来到一处天台，肩并肩坐在长椅上。长椅很长，但是江连雪却靠得很近。陆离慢慢抬起手臂，就像当时在电影院中那样，环住了江连雪的腰肢。陆离，我脚走疼了，我来帮你揉揉。江连雪坐直身，侧身抬腿压在了陆离的大腿上。陆离捏住了小巧玲珑的小脚，轻轻揉着，盈盈可握。两人就这样无声地坐了好几分钟。江连雪突然抬起头，我不想回家，你带我找地方住吧。听到此话，捏着脚的陆离显得手足无措。你想要去哪里？你真想带我去开房吗？不愧是好兄弟，说开房一点都不害羞的。拜托，女孩子的脚都给你摸了，什么意思你不懂吗？我懂啊，你走累了吗？江连雪轻哼一声，但没有很生气。现在还不行，你要是带我去开房，刘叔会拎着高尔夫球棒把你腿打折的。你的家族作风听起来很彪悍嘛。江连雪笑了笑，抬起双臂环住陆离的脖子，身体前倾，在他耳边轻声呢喃：以后溜达的时候牵我的手吧。陆离露出满脸幸福的表情，憨憨的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他牵着江连雪的手回到校门口，周围围观的同学立马炸锅，都在交头接耳，像是在问这个男生的来历。来到黑色轿车旁，陆离特意看了看刘叔的表情，结果发现他始终面带微笑，看不出任何情绪变化。陆离，再见了。再见了，小奥特曼。陆少爷，谢谢您愿意陪我家小姐。
陆离挠了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。他也挺乐意多陪陪江连雪，只可惜富婆姐姐现在还要在工作和学业之间奔波，像这样闲暇的夜晚还是很难得的。送别江连雪后，不知何人拍了一张他和江连雪牵手的照片发到了表白墙上。陆离刚打开手机就发现此时的表白墙内已经炸锅，也有人扬言悬赏1杯奶茶，要找到照片中的男人。要不今天先到外面避避风头，明天再回去。寝室那3位卧龙凤雏，很明显会为了1杯奶茶给我卖了。而芷兰戏剧社的群里还在寻找不回消息的陆离。陆离，说话，我知道你在看。你敢和江连雪谈恋爱，你不敢说话吗？刚把富婆姐姐送上车，才看手机。富婆姐姐谁？还能有谁？江连雪呗。可恶啊！能不能把这叛徒踢出戏剧社？紧随其后，戏剧社的众人纷纷发出声讨，就连瑶瑶学姐也不例外。怎么谈个恋爱像是犯法一样，惹了众怒。晚上，新生晚会正在商量彩排，陆离刚跑到后台，蓝玉婷就走了上来。来找江连雪的吧，我刚刚看见她去前面更衣室换装了，快去吧，可别让公主等急了。陆离有点不好意思的道谢，然后加快脚上速度向着更衣室赶去。他已经开始期待晚会上的江连雪到底会有多么美了。走向更衣室的陆离看到了站在门口的瑶瑶。学姐，你知道江连雪进哪间试衣间了吗？诺，就是那间。江连雪不认识路，她来问我们试衣间在哪，社长就让我领着她过来照顾一下她。你去忙吧，瑶瑶学姐，我来照顾她就好。瑶瑶点了点头跑开，只是并未跑远，找到一个转角处躲了进去，探出脑袋盯着更衣室的方向。可没一会儿，一个接一个的脑袋探了出来，瑶瑶顿时被吓了一跳。蓝玉婷连忙比了一个手势，别出声，不要暴露我们。好家伙，整个戏剧社都这么喜欢吃瓜是吧？陆离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正在被芷兰戏剧社的全体人员偷偷观察着，他静静等在更衣室门口，刷着手机。几分钟后，江连雪的声音响起，带着一丝慌乱。你好，是我，陆离。江连雪的声音瞬间变得兴奋起来，明显安心很多。快来帮我拉个拉链。这有点太突然了吧？拉链，岂不是会看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东西？不等陆离细想，一只手伸出来，迅速将他拉了进去。躲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的戏剧社等人同时倒吸一口气。陆离平常玩这么开吗？快，陆离，帮我拉一下。看到眼前这一幕，陆离整个人都惊了。姑奶奶，这是整哪一出？别废话了，快来给我拉一下拉链。哦，你够不到这拉链吗？够不到，手伸不过来。我操！我不信。哼，你就是想看我的胸。你现在怎么这么机智了？我一直都精的一批，好吧。快，先帮我拉上来，要到我上台了。一会彩排结束了，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。你真的要在全校师生面前穿着衣服演出吗？当然了，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在这衣服里面。你不怕被发现了？无所谓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小青蛙推开更衣室的门走了出去，陆离捂着脸跟在后面走出更衣室。躲在远处看戏的戏剧社等人见到这一幕都傻眼了，这是走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？这还是传闻中的江南大学第一冰山女神吗？穿上青蛙皮套上台表演，这也太炸裂了吧！忍不住好奇的他还是跑上前询问陆离。那里面是江连雪吗？不，这是我好哥们。说完，陆离转身准备回到更衣室等江连雪。都说世上最让人心动的女人，往往都像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，每翻开一页，都会带给你新的惊喜。江连雪很明显就符合这个情况，在台上演唱一曲《奇迹再现》后，江连雪又回到更衣室。我刚才的表演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挺有天赋的，你挺适合加入芷兰戏剧社的。真的吗？我要是加入了芷兰戏剧社，是不是天天都可以上台去演奥特曼、伊莲娜、八重神子、亚斯呢？戏剧社那群人要是知道了，会天天笑疯掉的。还有，你在寻找的是不是叫动漫社？不要，他们太幼稚了。你这是对于自己的定位是没有一丁点的清楚认知啊！急着回去吗？要去溜达溜达吗？去溜达，我要吃烤猪蹄。烤猪蹄这种东西，只有幼稚的小孩才会吃。俺可是大学生，你休想骗俺。成熟的大人是可以吃幼稚的小孩的东西的。所以他是真信了烤猪蹄是幼稚的小孩吃的东西吗？换完衣服以后，两人手牵手向着校门口走去。看来以后出门还是带一件外套比较好。这位成熟的大人，你都上1年大学了，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吗？哼，那不一样。以前我并不在乎，但是现在开始，我只想给你看。这一瞬间，陆离感觉自己的心跳不断加速，整个身体都热了起来。江连雪能够如此自然而然地说出这么撩人的话语，属实是难以抵挡的冲击，就算钢筋混凝土封心都得撞碎了不成。怎么了？被我撩得小鹿乱撞了？抱抱。我就说吧，我很成熟的。来，小屁孩，让姐姐好好疼爱疼爱。他张开双臂，快步上前，带球撞到陆离怀中，一把狠狠地抱住了他。
感受着包裹自己的柔软，陆离深吸一口气，怪不得寝室楼下那些男男女女那么喜欢互相抱着，原来这感觉这么舒服。鼻息之间都是江连雪身上特有的奶香味，让人忍不住想要蹭蹭。被抱着的江连雪突然面色一红，伸手拉住了陆离环在自己腰间的手。不能再往下摸了，在外面呢。那我们换个里面的地方吧。我家车里怎么样？刘叔会给我腿打断吧？好啦，我要去吃烤猪蹄。好好好，你要吃恐龙我都给你抓来。几分钟后，两人再次坐在了美食街中。江连雪正津津有味地啃着烤猪蹄，没一会儿已经啃完了3个。这个吃完就不能再吃了，3个已经够多了。你个大骗子，说要给我抓恐龙也抓不到，补偿我几个烤猪蹄都不行。你要是再吃下去，就真要变成恐龙了。真的吗？那我要变剑龙。剑龙，明明翼龙更帅一点吧？在陆离坚定的态度下，江连雪也没有再吃。两人再次来到之前的顶楼，并没有立刻找到长椅坐下，而是互相拥抱在一起，就那么静静的站着。这里没有什么路人经过，两人抱得很紧。此时的陆离希望时间永远定格在这一刻。这种感觉好舒服啊！我的腰真有那么滑吗？怎么你的手又滑下去了？真是的，这腰怎么又细又滑的，真是过分。这里有你摸我腿的时候已经用过了，能不能换一个？这样吧，嗨，无所谓了。兄弟你真香。陆离最终放弃了狡辩。没一会儿，两人又来到长椅上坐下。此刻他再次在江连雪身上闻到了那股淡淡的奶香。你用的究竟是什么沐浴露和洗发露？为什么这么好闻？我看看有没有机会试一下。我平常不用沐浴露和洗发露的。你别和我说这是体香，哪有人的体香是奶香味的？可能是因为我每天泡澡都是用牛奶浴吧。这是什么神豪文情节？天天用牛奶泡澡，这下洗澡水真能喝了。怪不得每次见到你都想一口吃了你，原来你是碗羊肉奶羹。我不是羊，我是剑龙，应该是我吃了你。一边说着，江连雪将头对准陆离脖子径直伸去，顿时火热的感觉从肌肤接触处传来，不断向陆离身体里蔓延。他一瞬间心跳加速，有种呼吸困难的感觉。你是不是给我下毒了？为什么我感觉我的脑袋越来越晕呢？自己该不会哪里做的不对，伤到陆离了吧？怎么了？你是感觉哪里缺氧吗？我是不是伤到你了？我叫刘叔过来送你去医院吧。陆离愣了一下，自己只是被亲的有些上头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要上医院了呢？他伸手抱紧江连雪，没事，就是被你亲的有些头脑发热而已，没有真的难受。真不用去医院看看吗？不用，只要你让我也亲一亲，我这病就好了。亲吧，想亲哪里都可以。亲哪里都可以。只是下一刻，江连雪侧过头去，面色泛红，天鹅颈深的笔直。可以亲这里。看着眼前这荡着奶蜜一般润泽的肌肤，陆离很是不争气地咽了一下口水。他微微俯身，这一刻，陆离很是确信，他尝到了这辈子以来最好吃的美食。2分半钟以后，两人重新恢复并肩依靠的坐姿，一起静静地看向天空。刚刚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，两人又腻腻歪歪了10几分钟后就互相告别，约定好第2天新生晚会上再见。第2天傍晚，陆离正往活动会场赶去，突然收到了江连雪的微信。陆离，今天的新生晚会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哦。惊喜？难道在全校师生面前穿青蛙皮套唱奇迹再现都算不上惊喜？陆离实在想不到究竟还有什么事情叫做惊喜。此刻的他感觉自己的大脑已经彻底混乱。瑶瑶学姐恰巧经过，看着目光呆滞的陆离，她挥了挥手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众妖女的迷魂散了？什么鬼？学姐，你少看点武侠小说吧，多看看都市恋爱文好不好？切，你管我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傻站着不动？江连雪说晚会上要给我个特别惊喜。瑶瑶长老，你有头绪吗？啊，难道江连雪要当众掏出变身器，表演个奥特曼变身？学姐，要不怎么说我们是一个社团的呢？这大脑都是一个构造的，我刚刚也这么想的。你这话怎么听着像骂人？学姐你想多了，我们先去会场吧。来到后台，戏剧社的众人正围在一起玩3国杀。江连雪还没来踩点吗？陆离也四处看了看，没有找到江连雪的身影，他也不是很确定，应该还没来呢吧，不然他会告诉我的。可能是给你准备惊喜去了。我问问他吧。到学校了吗？到了，刘叔正在把衣服护送到后台。陆离盯着手机仔细又看了一眼，确实是护送。什么鬼？昨天那衣服还需要护送的吗？和江连雪相处久了，陆离已经能够做到大脑自动降智来寻求合理性了。看你还没过来，是找不到更衣室吗？找不到。你到哪个口了？我去接你。C 口。瑶瑶学姐，江连雪找不到自己的更衣室，借用一下戏剧社的可以吗？还不等瑶瑶回答，
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疯狂点头。可以，可以。陆离感觉自己实属多问这么一下，亲友团实在是太给力了。他动身来到 C 口，很快就看见不远处2道身影走来。刘叔手提黑色手提箱，目光锐利，气质根本不像是司机，更像是保镖。陆离这一刻才意识到，江连雪说的护送好像不是在开玩笑。他主动迎了上去，江连雪也笑着加快了脚步，两人笑着相拥。你给我准备的惊喜究竟是什么？都说是惊喜了，说出来就不是了。好，那我不问了。陆离松开手，然后看向江连雪身后。刘叔，我来拎吧。陆少爷，麻烦您了。刘叔，您客气了。和刘叔告别后，陆离领着江连雪向戏剧社的化妆间走去。一进来，戏剧社的成员们都眼睛一亮。弟妹，欢迎来到芷兰。而进门的江连雪同样眼睛一亮。三国杀，弟妹会玩，高手，一起玩吗？好。4句话，江南大学第一美女加入了芷兰戏剧社的三国杀战局。没一会儿到了饭点。学校学生会已经提前为所有工作人员和演员准备了盒饭。陆离笑着把自己的那个鸡腿夹到了他的饭盒里。看见这一幕的戏剧社成员都露出了姨妈笑。谢谢，晚上我给你磕648。不是哥们，凭什么啊？陆离上辈子一定拯救世界了，还不止一次。别说男生了，连我一个女生都心动了。这么近距离看，江连雪长得是真好看啊！瑶瑶目不转睛地盯着吃的很是开心的江连雪，感觉看美女自己的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。只是同时她越看越感觉郁闷，真是便宜陆离这小子了。饭后蓝玉婷把陆离叫到一旁。陆离，调度组临时通知，需要找人去场控那边帮下忙。陆离表情有些犹豫，他忍不住看向江连雪。放心吧，江连雪我们会照顾好的，并且场控的位置是全场视线最好的位置，可以从最好的角度欣赏江连雪的演出。好，我去和他说一下。我要去场控那里帮下忙，你要加油哦。瑶瑶姐，可以帮下忙吗？我要换衣服了。好。瑶瑶学姐，连雪就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她。我已经20了，不用别人照顾的。有啥问题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好，你快去忙吧。站在面前的江连雪乖巧的点了点头，她仰着头，大眼睛眨了眨，好像在期待什么。陆离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张开双臂，江连雪露出甜美的笑容，哒哒哒的扑入了陆离怀中，两人用力拥抱着。化妆间里戏剧社的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从没谈过恋爱的他们那里见过这场面。陆离笑着亲吻了一下江连雪的额头。好了，我走了，加油。好。江连雪点了下头，目送着陆离离开了房间。连雪，你们一定要长长久久啊，我看好你们哦。谢谢，我们会的，我已经期待今天很久了。是陆离说的那个他猜不到的惊喜吗？更衣室内，瑶瑶看着手提箱内的服装，瞬间瞪大双眼，嘴里不住的喃喃，真是便宜陆离那小子了。学长学姐好，我是戏剧社的陆离，社长要我来帮下忙。学弟，你真是来帮大忙了，我们都要忙疯了。我姓张，叫我张姐就好。此时江南大学2024年度新生入学晚会即将开始，观众席上已经照顿时，主持人微笑着走上舞台上响起连续不断的掌声。晚会就要开始了，有点紧张怎么办？你可是奥特曼，相信自己，你是无敌的。可是一会上台的是江连雪怎么办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陆离，我一想到你会在远处笑着注视我，我就感觉好多了。你一直会在的吧？我一直都在。好了，我要登台了，拜。看着消息的陆离愣了一下，我记得江连雪的节目是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，怎么会这么快就要登台？老齐，第一个节目是神秘女神吧？对 ，Love Story。神秘女神是谁啊？不会真把美美请来了吧？张姐，你醒不？你当江南大学是格莱美啊？听着他们的对话，陆离好似明白了些什么，好像江连雪要表演的节目不止一个。在大学，爱情一直是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，让人向往，让人为之欢笑，让人为之哭泣，让人为之喜，为之怒。可以说，每个人的爱情故事都独一无二，又充满千滋百味。今晚就有一位神秘女神将要给大家带来她的 Love Story，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嘉宾登台。舞台灯光暗下，讲完串词的主持人们依次走下舞台，高跟鞋的声音响起。所有人屏住呼吸，一脸期待地看向舞台。随着第一句歌词的唱出，灯光也随之打开。这一瞬间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包括场控室的陆离。今晚的江连雪实在是太美了，美到让人的大脑一片空白。陆离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刘叔要亲自护送。他敢保证，这件裙子世上仅此一条，并且仅属于一个人。
所有人都沉浸在江连雪的歌声和美貌之中，没有人开口欢呼或是呐喊。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伴奏的声音缓缓变小，灯光之下的江连雪却突然绽放出了笑容，目光之中柔情似水，满含爱意。甜美的声音从音响中传来：陆离，我喜欢你。世界第二次安静了，而这次不同的是安静的只有陆离的世界。他在场控台上痴痴地望着江连雪，两人就这么遥遥相望，正应了那句歌词：我们是王子和公主，天生一对。这一刻，江连雪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在向陆离表白。这位小奥特曼既然喜欢陆离，那么他就要大声地告诉全世界：江连雪，我也喜欢你。陆离，我听到喽。说完，江连雪缓缓走下舞台，她脸上的笑意久久消散不去。底下的新生们已经彻底躁动了。江南大学第一女神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表白，很疯狂，但属实是太浪漫了。这一刻，俩人隔空互动的场景已经在表白墙上疯传。陆离也是成功被冠以全民公敌的称号，而他此刻也在很认真的思考。看来自己的处境貌似有些危险啊，要不要让刘叔来保护自己几天？学弟，这里暂时没有什么太需要帮忙的了，你先回后台去找你女友吧。谢谢学姐，有时间请你喝奶茶。不等他们回复，陆离已经一溜烟跑开，刚来到后台就碰到正出去的蓝玉婷。这么急着去找你老婆，下一场戏剧社登场了，还记得吗？唉，嫁出去的人就像泼出去的水哟，收不回来了。社长，你怎么说话一股老妈子味？快去吧，他在屋里等你呢。放心，戏剧社这边不需要你操心，把你的恋爱谈好，就是我们戏剧社最大的福分。社长，你这样我压力很大呀。你这逆子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哦，陆离。看到他以后，陆离笑着快步上前，一把抱住了起身迎来的江连雪。怎么样，喜欢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吗？我的小奥特曼全世界最好了。他并没有抱太久，因为害怕弄坏这身白色礼裙。这裙子真好看啊。这件裙子是父亲送我的成人礼物，私人定制，世上独此一件，平常只有每年新年时的家宴上会穿。看着眼前璀璨夺目的女孩，陆离心中小鹿乱撞。为了自己，他愿意把最美的一面都展示出来。他可以永远相信江连雪，就像江连雪永远相信他一样。好啦，已经单独给你看完了，我要去把裙子换下了。好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江连雪走后，他坐下刷起手机，不出意外都是在惊讶或是好奇自己怎么追到江连雪的，甚至连老爸老妈都惊动了。小鹿啊，你是不是干啥违法的事，抓住人家把柄了？不是，我在您二老眼里就这么拿不出手吗？不久前还是挺自信的，但是人家姑娘也太好看了，你这到底是怎么骗到手的？陆离想了想和江连雪认识的过程，他也解释不清，也没再回复。此时江连雪变装完成，提着黑色箱子走来。你还有节目？当然了，我昨天不是彩排过了吗？要唱《奇迹再现》。你不热吗？还有多久上台？还有2个节目吧。我要去准备登台了，帮我把这衣服给刘叔送去。等一会我表演完节目，一起去玩吧。等你表演完就已经9点多了，出去玩的话，我回不了寝室了。明天不是周末吗？我们出去住就好了。啊！这进展好像有些快啊。你一个大老爷们怕什么？不该是我害怕吗？那等你表演结束了，微信联系我。好，抱抱。陆离把他紧紧搂在怀中，轻轻笑道：你要是一直这样，迟早会被小怪兽吃干抹净的。你要是一直这样，迟早会被小怪兽吃干抹净的。江连雪轻哼一声，并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只是搂着陆离腰的手更加用力。到底谁会把谁吃了，还说不准呢。江连雪走后，陆离拎着黑色手提箱来到门口。陆少爷，辛苦您了。刘叔，您客气了，重到不重，就是有点贵。这件衣服是小姐最喜欢的一件，看得出来她对陆少爷您很重视，您能多陪陪她是极好的。我也很愿意多陪陪她。言外之意，江连雪要忙着运营公司，平常见面的次数还是比较少。刘叔思索几秒，我应该能猜到小姐想要去哪里了。哪里？有什么我需要准备的吗？不需要，陆少，我们等小姐来就好了。随后陆离拿起手机看了看，发现芷兰戏剧社的表演已经结束了，社长正在邀请社员们外出聚餐。你们不用去参加晚会结束的演员合照吗？没事，让他们后期批几个火柴人上去就行了。不是哥们，戏剧社这么随便吗？他转念一想，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们了，好像确实是他们能做出来的事情。陆离，你来吗？化妆间没看见你呀。我应该不去了，要和连雪一起出去玩。这么晚了还出去？去哪玩啊？大人的事，小孩子你别管。
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笑个屁，对象都找不到，还在那笑呢。看着瞬间陷入乱斗的群聊，陆离默默退出了聊天界面，估计一时半会是停不下来了。他转而给蓝玉婷发去私信：社长，我今晚就不去了。好的，玩得开心啊。对了，明天会开始着手挑选新成员入社了，下周末戏剧社会一起去团建，你带连雪一起来啊。我先问问他方不方便，后续会给你信。好，你们去玩吧，防护措施一定记得要做好啊。果然，这戏剧社就没有一个正常人，从社长开始就是一路歪下来了。我结束了，来找你了。很快，一身运动装的江连雪从出口走来，轻快地跃入陆离怀中。陆离双臂用力，稳稳接住了这幸福。陆离有些傻傻地看着怀中家人，上辈子他绝对拯救世界了。小奥特曼表演的如何？哈哈，无敌！陆离，我想喝奶茶了。那去喝学校门口那家霸王茶姬吧。好哎。江连雪依依不舍地跳到地面，两人牵着手一起向着校园外走去。刘书面带微笑默默跟在身后不远处。从小就看江连雪长大的他，已经许久没有看到这么开心的小姐了。他衷心希望两人会这么一直走下去。十几分钟后，他们俩已经上车。直到此时，陆离心里才真正开始紧张起来。江连雪该不会要直接把自己带回家里去吧？此时的江连雪正整个人侧身跪坐在后排座椅上，看着窗外，紧身的穿衣将她腿部的线条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富婆姐姐对自己真是慷慨，有好东西是真给哥们看啊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比我给你发的网图还要劲爆？这种重要的事情怎么能光从视觉去判断？可是你平常也没少不是哥们，你是啥都往外说啊？这刘叔要是听到了，不得停车让他检查一下车灯坏没坏啊？被捂住嘴的江连雪笑眯起眼，像只小狐狸一样，一看就是故意的。陆离无奈的松开手，江连雪放下奶茶后，张开双臂靠近陆离，要抱抱。下一秒，江连雪身躯一顿，直接跨坐到陆离腿上，整个身体都压在了陆离怀中。陆离眼睛不禁瞪大了。不是哥们儿，这么挑逗容易出事的。还好江连雪没有更进一步的动作，只是双臂紧紧搂住陆离，就像是抱紧柔软的抱枕一样。陆离实在是太喜欢这种拥抱的感觉了，他已经开始有点担心，如果晚上不抱点什么的话，会不会睡不着觉了？陆离，我好喜欢你啊！陆离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疯狂地加速跳动，咚咚咚个不停。绝对没有我更喜欢你。江连雪轻哼一声，没有再争辩，只是身体微动，抱紧陆离的手更加用力了。陆离悄悄咽了下口水，不管了，还是先抱着吧，这样也挺舒服的。很快，他就在陆离的怀中睡着了。半个小时后，面带微笑的刘叔拉开车门：“小姐，少爷到了。”刘叔，听我解释，真是连雪她直接坐上来的。刘叔并没有多说什么，而是很懂事的轻轻把车门关上，不再去打扰。刘叔刚刚那个表情，绝对是误会了吧？他摸了摸江连雪的头。小奥特曼，我们到了。江连雪迷迷糊糊的抬起头。陆离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怪兽了，你一定是枕头怪，不然为什么抱着你睡觉会那么舒服？那你准备怎么打败枕头怪啊？双臂环住陆离脖子的江连雪身体微微后仰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我准备把这枕头怪带在身边，每当要睡觉时就把它抱在怀里，防止它跑了。那你成功了。陆离轻轻亲了一下江连雪的额头，然后侧身把她放到一旁座位上，拿起白色运动鞋准备给她穿上。江连雪笑眯眯的眨着眼，小脚上下摆动着，故意不让她把鞋穿上。陆离笑着伸手捏住那小脚，才终于把鞋穿好。结果一抬头，江连雪又张开了双臂，满脸期待。小奥特曼，你都抱一路了，还要抱啊？刚刚那是晚安抱，现在是早安抱，不一样的。那就抱一下。2分半钟以后，陆离和江连雪走下车来。陆离这才发现他们来到了一处古镇。他记得江连雪说过，他之所以会选择江南大学，正是因为喜欢这里的古镇。走吧，在这里我可比江南大学要熟悉。陆离来江南城以后，还没有机会来这座古镇转转，正好今夜趁着这个机会陪富婆姐姐走一走。哇！看着口水都要流淌出来的江连雪，陆离感觉有些哭笑不得。要不买2份尝尝？好哎，好哎。几分钟后，两人坐在湖边，江连雪双手捧着粉蒸肉，鼓起小嘴呼呼呼的吹个不停。等一会再吃吧，不然会烫到嘴的。江连雪一脸委屈的抬起头，眼睛中甚至有泪珠在打转。可是它好香啊！这世上真的有人会因为没法立刻尝到好吃的而急哭了呀？哼，你想想办法呀！哥们，我是枕头怪，不是冰箱怪，我还能给它降温不成？那你还真是菜菜的捏。不是哥们，你在车上抱我的时候，可是喜欢的撒不开手，现在你又菜菜捏上了。来，我们一起吹。要是说男生懒，他可能不在乎；说男生穷，他可能直接承认。但要是说他不行，小问号就要扣起来了。两个小脑袋凑到一起，呼呼呼的吹了几分钟，小笼包终于凉了下来。江连雪一脸兴奋的吃下一块，然后露出了满足的表情。
你不是很熟悉这个古镇吗？以前没在这里买过小笼包吃。以前害怕吃胖，所以都没吃。怎么现在不怕了？嘿嘿，现在我吃成剑龙都有人要。陆离笑着抬手摸了摸江连雪的头，江连雪顺势靠在了他的肩头。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冰箱枕头兽了。数码宝贝进化。看着模仿数码宝贝进化 BGM 的江连雪，陆离笑出声来。别嗡了，肉一会喷出来了。嘿嘿嘿。吃完后，两人走到一处石桥前，陆离刚想走上去，就被江连雪一把拉住。等等，这桥不能随便上的。有什么说法吗？这桥叫送子来凤桥，这桥南面是阶梯，北面是斜坡，南阳北阴。据称凡新婚情侣过此桥，走南面阶梯以后就会生儿子，走北面斜坡就会生女儿。那我俩一人走楼梯，一人走斜坡，以后生2个吧，一男一女。你想和我生几个都可以，反正我家也养得起。还是生俩吧，生太多养不过来的。江连雪嘿嘿一笑，伸手牵起陆离，一起向着送子来凤桥走去。走过石桥的两人，很快就被一处摊子所吸引。那是一处套圈摊子，摊子内摆放的清一色全是可爱的毛绒玩具。看着周围热闹的人群，作为下一位即将上套的尊贵客户，江连雪不断扯着陆离的袖口。玩那个，玩那个。好好好，老板，怎么玩的？20块钱10个圈，站在红线外扔套圈，套上什么带走什么。陆离默默看向那第一排玩偶，和红线之间的距离起码2.5米远。看来这难度不是一般的高，给我来20块钱的吧。好嘞。陆离，我们用不用去提前准备一个袋子啊？10个娃娃要带走很不容易啊。美女，你挺自信的嘛，能全部套中。江连雪很是认真的点了点头。刘叔曾经带我练习过套牛，我还是有点基础的。老板顿时愣住了，陆离也哭笑不得。来，小奥特曼，给他们露一手。江连雪兴奋地接过套圈，只见他手起圈落，毛绒玩具一个一个的被套中，10个圈下去，一共套中了9个娃娃。老板看着那场地中被套中的娃娃，嘴角在不停抽搐。老板，要不我再来20块钱的？兄弟，我赞助你们100，你们去对面那家套行吗？老板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全场挑一个娃娃拿走，剩下的都不要了。挑，随便挑。这丫头可真是人美心善啊！江连雪似乎早就有了目标，伸手指向了远处一只小恐龙。老板，我们就拿那个吧。我去给你拿。刘叔还带你练习过套牛。刘叔年轻的时候去过很多地方，干过很多职业，他掌握的技能很多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明天白天再来古镇里玩。两人来到一处古院内。我小时候会经常来这里找奶奶玩，奶奶去世以后，这里就成为了我的家。欢迎你来做客。今天晚上你要睡哪间房？我有的选吗？没有。怎么样，我的快乐小窝挺不错吧？陆某漂泊半生，只恨未逢明主，攻若不弃，愿拜为义父。来，随便坐。随后两人一起玩起了金铲铲之战。江连雪渴望这一幕很久了，有很多游戏他都想要去和陆离一起玩，他想要每天都能和陆离黏在一起，做想要一起去做的事情。他抬头看了看陆离，想要邀请陆离同居，但好像这样进展太快了。独自苦恼的江连雪气呼呼的卖力打着游戏，企图通过此来转移自己的注意。身旁的陆离察觉到他的情绪好像不太对劲。连雪，怎么了？游戏太难了。不是，现在这样实在是太快乐了，我想要时间能够再长一些。这个周末我都可以陪你的。我想要的不只是这个周末。你的意思是想要和我同居？陆离此时还没回过神来，一切来的都太突然了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并不怎么担忧或害怕，更多的是兴奋。那平常我们住哪里？可以住在我在学校附近租的那间房子。你父母会同意吗？有着刘叔在，陆离不相信江连雪的父母会不清楚他们两人同居。放心吧，我去和老爹说。要是你的父母同意，我也很愿意能和你同居。陆离同样也想每天都和自己的富婆姐姐黏在一起。从此帝王不早朝，有时候真不能怪帝王。几分钟后，在房间外打完电话的江连雪笑着走了回来。叔叔同意了。你准备什么时候搬来啊？下周吧，还要和室友说一下。其实不用把东西全拿过来的，我知道有时候男生也需要一些和好兄弟相处的时间。当你想要在寝室过夜的时候，也可以在那里睡觉。你绝对是我上辈子的好哥们转世了吧？哼哼，说不准呢。要打一会王者吗？走，上号。打完几把以后，两人抱着躺在床上。陆离看着紧紧压在自己身上的那条长腿。你不热吗？你就是想看我的腿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我岂是那种好色之徒？哦，那我不热。义父，看看腿。江连雪笑出声来，然后抬手伸向了陆离的上衣。你要是热的话，你先脱嘛。哈，这我有什么怕的？
我又不吃亏。2分半钟后，一起缩在被子中的两人红着脸互相对视着，谁都没有开口。他紧紧搂住江连雪，两人的额头贴在一起，双唇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。晚安，小怪兽。晚安，小奥特曼。古镇某酒馆内，刘叔正打着电话。老爷，哈哈哈，小刘啊，您实话和我说，小雪是不是谈恋爱了？老爷您知道了，两人是这学期开学时候谈上的，好像是网友。你感觉那小伙子如何？对小姐很好，性格也不错，长相干净，挺帅的。哈哈哈哈，那就好。小雪说要和那小伙子同居，你怎么看？刘叔愣了一下，他太了解自家老爷了，他这么问就证明已经同意了江连雪的请求，而他需要做的便是确保小姐的安全。老爷，要我去查查陆离的背景吗？电话另一头也沉默了几秒，似乎他本意是想要查查看，但是此时又犹豫了。暂时不用了，我相信小雪的目光，别看她平常傻乎乎的，但是看人还是很准的。过几天我会去一趟江南城，亲自见一见陆离。需要提前和小姐说一下吗？不用，她现在胳膊肘肯定往外拐，我偷偷去就好。老爷，要相信小姐，她还是最爱您的。挂断电话后，刘叔轻笑一声，哈哈，希望陆少爷能够通过老爷的考核吧。第二天清晨，陆离已经醒来，他侧身躺在床上，笑着看向眼前熟睡的江连雪。陆离实在无法相信，这般完美的容貌是真实存在于世上的，更何况这是他的女友，是爱他的人，是他爱的人。念及至此，陆离的嘴角便控制不住的上扬。抱抱。陆离笑着用还有点发麻的手臂抱了抱江连雪，被抱住的江连雪并不满足，立刻仰起头来亲亲。洗漱完再亲，不要相信影视作品里的早起吻。好吧。几分钟后，两人一起蹲在院子里刷牙。今天带你去逛白天的古镇呀。好啊，半天应该就能走完吧。然后我们回来一起玩，我们继续玩双人成行吧。还想一起看电影，一起上分。你想要做什么，我都会陪你。陆离思索着，自己的新书恋爱文可以开码了，就记录和江连雪的日常，感觉就不错。没等他多想，刷完牙的江连雪已经笑着扑入自己的怀中，要亲亲。10几分钟后，两人来到一处早餐店，陆离正拿着手机点餐，江连雪则是刷起了手机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受伤了？陆离，完蛋了，我的冰山人设倒了。江连雪把手机递了过来，正在播放着一个搞笑类视频，上百万点赞。陆离定睛一看，好家伙，这不就是他俩吗？视频里播放的正是他俩坐湖边一起呼呼吹着小笼包的内容，看起来又傻又可爱。评论区立刻有人认出了江连雪，很快也就猜到陆离的身份。没事，过几天热度就过去了。那我的高冷人设还能回来吗？放弃吧，你现在可以开始考虑从女神向女神经发展了。不就是吹个气吗？他们吃刚出锅的食物时，不需要吹气吗？陆离被他这副可爱的样子逗得开怀大笑。吃过早饭以后，两人坐上了古镇特有的乌篷船。清晨的古镇有一种朦胧的美，像是戴着面纱的曼妙姑娘，让人感觉若即若离。江连雪靠在陆离怀中，看向眼前的江景，好美啊！小时候我经常就这么靠在奶奶的怀中，坐着乌篷船从古镇这头到那头。陆离低头看去，发现江连雪眼中的有些晶莹，他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。以后每周末我都愿意来陪你坐着乌篷船。也不用每周嘛，等到想做的时候我们就来做吧。好。这一次不用江连雪开口，陆离已经主动抱着她吻了上去。两人拥吻在乌篷船上，清晨的味道怎么不太对呢？一股狗粮味，齁甜，真难吃。接下来要去哪里逛逛？我们去买衣服吧，给你买一些衣服留在这边的家里，以后来玩的话你就有衣服可以换了。俩人花了一上午的时间购物，拎着大包小包的陆离走出店铺。这就是被富婆包养吃软饭的感觉吗？你给我买好吃的，我给你买好看的，这就叫共赢。怎么感觉我赢的好像多一些？不一定哦，你穿上好看衣服是给我欣赏的，所以我是绝对不亏的。陆离愣了愣，好像还真是这么个道理。在自我 PUA 这一技能板块，江连雪爆发出了惊人的天赋。诺，咬一口吧。陆离张嘴咬了一小口，就像是军训时喝的那杯奶茶一样，也是格外的甜。为什么每次你吃到一半，然后递给我的东西都会比正常甜好多？可能因为我的嘴比较甜吧。要尝尝吗？面对如此赤裸裸的挑逗，陆离只恨自己的双手被袋子占满，一身本领无处施展。等到家的，我一定好好尝尝。嘿嘿嘿。等回到古镇小房，陆离正要去好好验证一下江连雪的嘴到底甜不甜，兜里的电话就震动个不停。打开一看，是王旭的电话。怎么了，乖儿子？稳呢。老陆，你忙啥呢啊？忙着亲嘴。怎么了？喂，你说话啊。老陆，你真该死啊！听着王旭那咬牙切齿的声音，陆离顿时感觉心情很是愉悦。这送上门来求资的，他肯定不能放过。好了，
不闹了，老王，你找我到底啥事啊？我们网吧3连了，无畏契约4缺1，等你上号呢。这样啊，我问问，连雪，你电脑下无畏契约了吗？我室友要5排，缺1个人。下了，你可以玩我号啊，我号上全皮肤的。真是我的好衣服。我给你开机。对了，你要吃什么水果吗？家里冰箱里好像还有些，我给你洗一洗。都可以。喂，老王，能玩？我马上上号。在电话那一头是无尽的沉默。喂，老王，信号不好吗？老陆啊，突然有那么一瞬间，不太想和你一起打了。我可以用连雪号给你们发枪。靠，义父，上号。这就是大学男寝之间的情谊，坚不可摧，又脆弱不堪。上号之后，江连雪又哒哒哒的为陆离准备了一堆零食、水果、饮料。两人一起坐在卧室的电脑前，陆离戴着耳机和室友们开黑聊着天。江连雪抱着一盆葡萄，双眼放光的盯着电脑屏幕，时不时的拿起一粒葡萄递到陆离嘴里。因为玩的是江连雪的账号，段位不算太高，陆离杀得很爽，江连雪看的也很是开心。你来玩几把吗？好。他顺势坐到了陆离的怀中，本想起身腾出位置的陆离愣了一下，笑着也就没有再动。现在是我老婆在玩啊，你们不要压力她。嫂子好。你们好。小奥特曼，你怎么回复的这么温柔？你的高冷人设呢？我现在可是你女友，当然要表现的温柔贤惠一点嘛。平常其实你也挺温柔贤惠的。嘿嘿，多夸点，多夸点。还不等江连雪继续开心，屏幕里的人突然就被打死了。哎呀，还没看见人在哪就挂掉了。他扭头委屈巴巴地看向陆离，陆离强忍笑意，宝，我来教你怎么偷他屁股，打他个出其不意。好爷好爷，冲冲冲！今天我俩联手，一定要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陆离、江连雪和几位朋友一直玩到了晚上6点，打完游戏的几人还不忘狂舔江连雪。嫂子打得太好了，以后老陆还是别来玩了，让嫂子来吧。和嫂子一比，老陆的游戏技术简直啥也不是。嫂子简直是游戏天才，要是去打女子职业联赛，绝对拿冠军。放心，你们这些话我会一字不落都告诉连雪。靠，老陆，什么时候换回你的？啧，你们这一群见风使舵的男人，难怪找不到对象。靠，他们说什么了？夸你玩得好。嘿嘿嘿。好了，小奥特曼，该吃晚饭了。我们晚上叫外卖吧，我不想出门了。好。他拿出手机订餐，江连雪则跑出了房间，不知道去忙什么。陆离也不担心自己点的饭菜对方会不喜欢。江连雪很好养，一点没有千金大小姐的毛病，口味丝毫不挑，性格也一点不做，很是乖巧。科幻片，这绝对是科幻片。陆离点好餐以后，换了一身衣服的江连雪走入房间，抬头看去的陆离不禁愣住，一瞬间感觉身体变得火热。不是哥们，搞这么劲爆。江连雪微微低头，面色泛红，她还是第一次尝试这种穿搭。刚刚自己一个人照镜子时，都感觉有点太性感了。陆离缓缓回过神来，幸亏你没有穿这件衣服出门，有点过于炸裂了。买回来以后一直没敢尝试，今天是只穿给你看的。连雪啊，你老是说这种话，会让我忍不住把你吃干抹净的。江连雪笑着轻哼一下，她才不信陆离会真的进行下一步呢，至少现在她还做不到，更何况谁把谁吃干抹净还不一定呢。毕竟一个被窝里睡不出2种变态。江连雪与陆离对视一眼，两人在电竞椅上就开始拥吻。等以后你要是不行的话，我可要闹了。陆离红着脸低下了头，一股无力感油然而生。正好此时外卖电话打来就打，两人来到餐厅用餐。此时江连雪已经换回了之前的衣服，她已经感受到这一身的杀伤力，要是再不去换，就真要发生什么了。怎么换回来了？害怕我吃了你？谁让姐的杀伤力那么大呢？对此陆离无法反驳，江连雪只需稍稍出手，就已经达到了陆离审美的极限。江连雪对着麦当劳一顿炫下来，惊呆了陆离。为什么你每一顿都吃这么多，但是却不怎么胖呢？就允许男生羡慕你有这么完美的一个女友，不允许女生羡慕我有一个怎么都吃不胖的体质吗？这也能夸一下自己，真有你的。嘿嘿，吃完饭后去散步吧，然后回来继续玩游戏。散步可以，但是回来以后我要研究一下开新书的事情了，得开始养家了。好，那散步回来后，我就到隔壁房间去锻炼，不打扰你。两人相视一笑，心有灵犀。周日傍晚，刘叔开车把两人送到学校北门。江连雪紧紧抱着陆离，很是不舍，目光像是可怜的小狗，想要跟他一起回宿舍。虽然两人在古镇的院子里仅仅共同生活了2天时间，但却是江连雪感觉这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。对于下周和陆离一起的同居生活，江连雪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明天还会再见的。明天见。下车后，刘叔面带微笑的守候在车旁。陆少爷，再见。陆离犹豫了几秒，最后还是决定开口。刘叔，能请教你点事情吗？您尽管开口，在下定知无不言。我想请教一下，
如何才能提升自己呢？主要是关于身体素质这方面。您的意思是如何锻炼身体？陆离点了点头，他在古镇时就已经察觉到江连雪的吸引力很大，自己若没有刘叔的气质和实力，未来或许难以保护好江连雪。陆少爷，我懂了，后续我会给您量身定制一份训练计划，主要是帮您锻炼身体力量。至于一些格斗技、武术或是杀人技等等，您可以向小姐请教。连雪，在运动领域，小姐她很有天赋，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了。陆离有些傻眼，扭头看向车内，见陆离看来，他在玻璃上哈了口气，然后画上了笑脸。陆离笑着挥了挥手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原来小奥特曼真的能一个奥特飞踢把自己踹死啊！那麻烦刘叔了。您客气了。晚上，陆离去了社团，因为本身就在创作网文，所以陆离对于写剧本这种事情很感兴趣。蓝玉婷便安排了他跟着瑶瑶先学习一下。江连雪也给陆离发来消息，拍了一张照片。没法抱小怪兽睡觉了，只能抱玩偶了。明天晚上就能抱抱了。好耶！他退出微信，傻傻地看着手机壁纸里那个露出灿烂笑容的男孩。江连雪笑着把手机放到自己的胸口，缓缓闭上了眼，希望今晚能有心爱之人进入梦乡。周一课堂上，一同上课的寝室4人，只剩下陆离还认真听着课，其余3人依旧打着金铲铲之战。临近下课，陆离掏出手机，看到了江连雪发来的消息。陆离浏览着一条条消息，嘴角上扬的弧度越来越大。随着下课铃声响起，3名室友带着邪恶目光凑。我操！怎么没见过人谈恋爱啊？3人极其同步的歪了歪嘴。还有半小时开始选课了，你们不去网吧吗？靠，差点忘了！3人立刻向着门口冲去。今天是全校任选课开放选课渠道的日子，对于大学生来说，决定休息时间怎么过，就看这节课选的好不好了。同时，任选课也是一节可以让不同专业、不同年级学生一起上的课。我下课了，谢谢宝。要陪我一起上选修课啊？我让助理姐姐帮你一起选了。没问题，就算是学怎么吃恐龙，我都会陪你。应该是学怎么被恐龙吃吧？你下午有课吗？要搬来我家吗？下午要去和瑶瑶学姐讨论一下剧本，然后我再去找你。好，听说你要健身，等你来了，我可以带你去我的私人健身房。陆离一边笑着和江连雪聊着天，一边向食堂走去。路上不少同学都认出了他，在经历了那场新生晚会以后，他算是彻底的家喻户晓了。几乎江南大学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狗男人把女生给抢走了。虽然网上一个个都在骂陆狗，但是线下还是很友好。不少兄弟已经开始请教要如何才能追到心目中的女神。从小就乐于助人的陆离，每一个都会积极回复。说实话，一直都是女神在追我。陆狗之名果真是名不虚传。下午大活，陆离正跟着瑶瑶学姐学习剧本知识。你先试着写一篇大纲出来，然后我帮你改一下。好。陆离对此倒是很熟悉，毕竟写网文的时候也需要用到大纲。按照瑶瑶提出的要求，陆离很快就拟好了一篇大纲。他来来回回仔仔细细看了2遍，然后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故事原来还能这么写吗？怎么了？哪里不太合理吗？你以前写过剧本吗？没有啊，只是写过网文而已。这我还交个毛线啊！注意人设，瑶瑶学姐。好吧，你把这篇精修一下，我去写另一篇。你那篇稿费1万，到时候你都拿走吧。我操，多少？1万啊！你这稿子写了多久？算上你帮忙1天吧。这次轮到陆离倒吸一口冷气，这钱也太好挣了吧！一瞬间，他感觉动力满满。几个小时后，把稿子交给瑶瑶后，陆离就离开了大活。江连雪也已经下班，给他发来消息：小怪兽，我下班了，我想要吃火锅。正好我这边也忙完了，我到北门等你。怎么不在学校对面的火锅店吃吗？不，我们回家去吃。听刘叔说你要开始锻炼了。放心，我来帮你训练，一定把你练得更持久。你一露出这狐狸精一样的表情，就保准在琢磨那些事情。嘿嘿，你是不喜欢斯妲己这款吗？江连雪一边说着，一边伸出纤细修长的手指在陆离胸口轻轻滑动。面对江连雪，任何拉扯都显得那么脆弱，他只是轻轻一拉，就再也不想扯了。一时间，轿车后排只剩下叭叭叭的亲嘴声。临近下车，江连雪早有准备的从身后拿出一把亲嘴烧辣条，而此刻陆离嘴上已沾满江连雪的口红。吃这个就不怕嘴红没法解释了？请问小奥特曼，我们是要向谁解释呢？你不会以为我家里只有我一人住吧？不就是去吃个火锅吗？难道还要去见家长不成？如果同居的话，该不会是和江连雪的父母一起同居吧？靠，这还活个毛线啊！哈哈哈，我家里还有一位给我做饭打扫卫生的阿姨啦，她平常住保姆间，不会打扰我们的。江连雪一副笑眯眯的模样，陆离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，而陆离还在嘴硬。就算是有别人，我也不带怕的嘛。
真的吗？那你先看看副驾驶。骗你的，没人，嘿嘿嘿。紧接着，江连雪又咬住辣条，一半接近陆离，亲亲。本来还想假装生气一下配合演出的陆离顿时泄了气。富婆姐姐实在是太会了，她顺势低头咬住了辣条的另一端，两人离的是如此近，能感受到互相呼出的热气。两人一小口一小口的咬着辣条，直到两人的嘴唇轻轻触碰到一起。这一吻格外的长，直到肺中的空气都消失，头晕感涌入大脑，两人才分开。随着车辆缓缓停稳，刘书面带微笑的拉开车门：“小姐，少爷，到家了。”瘫在怀中的江连雪想要坐起身来，但是却感觉全身都很酥软，不想动弹。陆离只好横臂将她直接抱出车里。你这臂力不是挺厉害的吗？这还要锻炼吗？当然要练，我的目标是要练到像你一样，直接掌劈榴莲。刘书连这都跟你说了？不是，哥们，我就是随口开个玩笑，结果你是真能啊！江连雪气鼓鼓地看向刘叔，刘叔有些无奈地笑了笑，只是也没有去解释。少爷，这边有电梯，电梯是直达5楼的，平常要刷卡出入，稍后我会把卡给您。好的，麻烦您了，刘叔。进入餐厅后，座上已经摆上火锅以及各种食材。小姐，少爷，欢迎回家。陆离注意到，无论是刘叔还是眼前这位阿姨，在称呼他时都不再是陆少爷，而是少爷。这或许证明有些东西已经悄然改变。这位就是平常一直照顾我的韩姨，家里有什么不懂或是需要帮忙的事情都可以找她。少爷，有事您随时吩咐我。您好，韩姨，我是陆离，是连雪的男友。不仅仅是我的男友，还是我最最喜欢的人哦。餐桌上，陆离坐到江连雪身旁，韩姨在为两人摆好餐具和调料以后，就默默退下，没有打扰两人用餐。江连雪正夹起一大把毛肚放入锅中。平常韩姨是不会准备这么多毛肚的。今天早上我和她说你特别爱吃毛肚，嘿嘿嘿。这话倒是没错，我确实爱吃。这个酱料是韩姨秘制的，很好吃。我们家里每次聚餐吃火锅都要配这个酱料。陆离不禁感慨，江连雪在这种投喂环境下长大，竟然能做到一点不挑食，只能说她确实天生吃货，简直饕餮转世。最关键的是，吃那么多身材还能保持那么好，该胖的地方胖，该瘦的地方瘦。接下来，两人都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开始猛猛干饭。吃饱喝足的两人一起躺在沙发上，江连雪靠在陆离怀中，幸福的眯起眼睛，好爽啊！真想天天吃毛肚。偶尔吃这么一顿就好了，世上还有那么多美食，要慢慢体验嘛。还有烤猪蹄、章鱼小丸子、薯塔、炒苕皮、臭豆腐，反正一大堆美食要去吃。怎么小奥特曼报的菜名好像都出自美食一条街呢？哇，真是苦了你了，这辈子都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啊。陆离，我们休息一会，然后就带你去健身吧。好啊。因为火锅吃的有点多，两人都不想动弹。江连雪仰起头露出笑容，对上视线的陆离一瞬间就明白他想要干什么了。我俩都在车上亲一路了。可是人家还想要吗？连雪，你实话和我说，你其实是一只魅魔吧？这都被你发现了，那看来我只能先下手为强了。江连雪一边说着，一边伸手向陆离裤子扒去。你怎么不拦着我？为什么要拦着？江连雪脸色一红，缩回了手。你怎么和我一样变态？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变态。陆离伸手放到江连雪的小肚子，轻轻揉着，美其名曰促进消化。一会你是不是还要说脚底有穴位，只要揉一揉就能促进消化？没想到这你都料到了，你莫非就是医学天才？江连雪笑着闭上了眼睛，身体放松，任由陆离按揉。10几分钟后，面色潮红的江连雪张开双眼，带着些羞怒的轻瞪了陆离一眼。都怪你，要去换一身衣服了。你让韩姨领你去健身房吧，我换好衣服再去找你。陆离点了点头，有点依依不舍。他开始理解江连雪为什么对青青那么上瘾了，他也开始有点对柔柔上瘾了。呀，你在换衣服啊？我是不是该回避一下呀？小怪兽，你说句话呀。你能不能演得再真一点？从进来以后，你脸上的笑就没消失过。嘿嘿，别害羞嘛，让姐姐再看看吗？连雪啊，有时候你是真变态，一个大男人换衣服有啥好看的？陆离捂着裤子，要不是他脱得慢，就真被江连雪看光了。他快速穿好上衣，就是这个裤子一时半会看来是换不上。你还要盯着看多久？你换吗？你怕啥子吗？怎么，是有什么困难吗？我可以帮你换的。不行，我要换裤子了，你快点退出去。好了，不看你了，你换吧，换完叫我。衣服都换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开始训练吧，就按照刘叔给出的训练计划来吧。陆离回答的有些心不在焉，他的视线已经彻底被江连雪紧致的身材征服。江连雪伸出手在他眼前挥了挥。你行不行啊？就这么喜欢我的身材吗？
我的好哥们，你变了，你忘了，我们曾经无数个日夜都在深入探讨美丽的奥秘。我依稀记得，在一个寂静的夜晚，有一位同道中人给我发来了一张2次元大来来美女图，并配文：要是能和他处对象，换我明天彩票中100万又何妨？不要再说了，那不是还没见面的时候吗？所以你现在不喜欢了？不喜欢了，现在我更喜欢看你没穿衣服的样子。我操！不是，哥们，陆离服了。论变态程度，他属实是比不过江连雪。这竟然是冰山女神第一校花，这究竟是哪个异世界魅魔被马车撞了穿越过来的？好了，上跑步机开始慢跑吧。不公平，我也要拍你的。等跑完再说。两人都上了一台跑步机开始慢跑，训练内容都一样。江连雪主打一个陪伴，刘叔给陆离私人定制的方案很专业，不仅仅考虑身高体重，同时还有他本人一直以来对陆离的观察和体质推测。按照计划慢跑15分钟后，陆离已经满头大汗，上气不接下气。他看看江连雪，却表现得很轻松，呼吸平稳。陆离此时也坏笑地伸出手指。这么急着拍我吗？富婆姐姐，不要再用这么美的一张脸说出这种虎狼之词了，好不好？还不都是被你带坏了？我以前可乖了。这不能怪我吧？在刚认识的时候，你就已经这样了。我不管，开始瑜伽训练吧。那不许拍。两人在瑜伽垫上坐好，刚刚结束慢跑，现在要调整呼吸。江连雪引领着他呼吸的节奏，企图平复心神。几分钟后，江连雪开始指导陆离做出瑜伽动作。富婆姐姐，你一直这样，我很难静下心来的。静心本就不是一件容易事，我这是在帮你快速进入状态。陆离能够感受到自己似乎确实要进入状态了，只是这个状态好像和他应该要进入的状态毫无关系。狐狸精果然扰人修行啊！按照刘叔制定的计划，训练结束后，江连雪去洗澡更衣，陆离正坐在沙发上一边休息一边翻看小说。此时瑶瑶学姐发来消息：陆离，你银行卡号是多少？我给你把稿费转过去。这么快吗？昨天下午才写好的稿子，今天稿费就到了。他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发了过去，并问出了心中疑惑。刘导对这个本很满意，他觉得1万块钱都给少了。那姐你没多要点？我不好意思。下回讲价这种事情让我来，跟着你陆哥干，保准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很快，一条短信发来，陆离银行卡入账1万元。不得不说，这块钱确实容易挣。若是真能在大学期间打下基础，认识足够多的人脉资源，或许毕业以后可以尝试去成立工作室，主攻各类文学领域的创作。江连雪洗完澡后走了出来，打断了陆离的思绪。好了，你去洗吧。哦，浴室有锁吧？嘿嘿，谁知道呢？我洗的时候你没偷偷尝试一下吗？我要是尝试了，你觉得你此时还能找到鞋？不是哥们，你趁美少女洗澡时开门，就是为了偷我拖鞋。不然呢？你还想发生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吗？可恶啊！是我一激，你给我按摩穴位的时候可不是这副模样。笑着接过毛巾的陆离没再继续皮下去，钻进了沐浴间内。他看着门锁处缠着的胶带，顿时沉默了。不是哥们儿，至于吗？他又扭头四处看了看，浴室内空空如也。除了这条毛巾以外，就没有别的浴巾了吗？不是哥们，郁金香没你的郁金香，别说，还真挺香。陆离下意识闻了一下，觉得有点小变态，但他又意识到自己肯定没有江连雪更变态，他便放下心来。洗完澡后，来到4楼浴室，江连雪正在床上刷着平板。洗好了。陆离笑着点了点头，走到床边坐下。江连雪放下平板，然后一把抱住了陆离。晚上你还要码字吗？我下午的时候码完了。怎么，想玩游戏了？我们来下棋吧。好啊，我可是围棋高手。我说的是云顶之弈。我说的也是啊，8个人围在一起下棋，怎么就不是围棋了？那先抱一会再去下。你好香啊，兄弟，没你香。陆离目光下移，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。不等他多看，江连雪已经抬起头来，目光炙热。陆离要亲亲。今天的江连雪有一场很重要的合作要谈，便穿上了西装和黑丝。餐桌上的他面无表情，但是餐桌下那只被黑丝包裹住的小脚正哒哒哒拍着陆离。此刻的陆离血脉喷张，不得不夹紧双腿掩饰尴尬。你这演技不加入芷兰戏剧社真是可惜了，想笑的话能不能别憋着了？我这不都是从电影里学到的吗？什么电影？就是公司大家一起开会的时候，高冷美女上司。不是，哥们，你玩的是真变态啊！陆离有些绷不住了。刚面基的时候，江连雪还是可爱呆萌居多一些，
自从周末一起同居之后，他开始显露出之前在网上聊天时候的变态表现。原本以为是看走眼了，原来是藏得太深了，现在才开始展露锋芒。此刻，陆离决定要主动发起反击。现在是我的回合了。抽卡。不是哥们，什么二次元梗你都能接，你真是二次元小公主啊！陆离伸手在菲斯小脚的脚底板轻轻挠了一下，江连雪顿时笑得弯了腰。很痒的，吃饭呢。知道痒你还挑逗我？我错了吗？哥哥，人家痒。陆离沉默了，他停下手里动作，属实是被江连雪暴杀了。11假期魔都有一场漫展，你要去玩吗？ CQ30嘛，我记得预售已经结束了。事实上，我手头现在就有2张票。要去。陆离记忆中的上次漫展还是在高中，为了能抢到票，那一次可是全家出动，可依旧没抢到。漫展上你要出角色吗？不，我将点燃大海。你要出萨姆铠甲？嘿嘿，昨天刚刚做好的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在人前，我是穿着帅气铠甲的萨姆；在人后，我是搂着你睡觉的刘莹。好哥们，你还真是个玩反差的人才。你那天穿着铠甲皮套，真的不会热吗？没事，我买了2天的票。我们第1天出角色的话，可以少玩1会；第2天不出角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爽玩1天。好，那来回的票和酒店呢？早就买好了。怎么感觉你好像早有预谋呢？嘿嘿嘿，要去上班了，我带你去学校吧。看着眼前这逃避话题的江连雪，陆离笑着摸了摸头，没有再去追究。刚刚钻入车内，江连雪就迫不及待地向着陆离扑来。你现在可是江总，不能这么轻佻了。现在在车里谁也看不见，还是说你更喜欢我高高在上对待你的样子？你平常还是多看点有营养的东西吧。你忘了，当时我们俩共享网盘了，这不都是你收藏夹里的内容啊？一句话让陆离大脑瞬间宕机了。江南大学校门外，陆离和江连雪互相拥吻一下后走下轿车。此时蓝玉婷发来消息：陆离有课吗？有个大客户约稿，要是有时间的话，来活动室一起开下研讨会呀。没课，我现在过来。陆离有些好奇，这所谓的大客户究竟是谁？听社长的语气，似乎挺重要。来到社团，发现几名熟悉的面孔悉数到场。陆离，今天的主角可是你啊！社长，我才刚刚入社1周啊，怎么你就要让贤了呢？我啥时候说我要让贤了？我意思是1会要商讨的剧本内容，只有你最熟悉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戏剧社要完了。迟早要完。蓝玉婷对此已经习惯了，她转头满眼期许地看向陆离。陆离，来帮芷兰戏剧社撰写第1本原创恋爱电影的剧本吧。我就知道。陆离不禁捂脸，一听到蓝玉婷说只有自己最熟悉，他顿时就反应过来要写什么了。这次来的是谁？有必要弄这么大阵仗吗？这次来的导演和投资方资本很大，这本子要是能谈下来，有机会达到几十万。这对于我们一个大学社团来说，已经算得上是天文数字。这位是刘斌，我们戏剧社主管经营的，一些大活都是他来联系和接触。刘学姐好，这么高的价格怎么找上我们了？难道有什么猫腻？放心，不是洗钱的。之所以找上我们，还是和你有关。新生晚会上江连雪对你的表白，现在已经被媒体炒作成了世纪最美校园表白。他们是听闻这件事的男主角在我们社团，这才找上门来。所以他们想要的恋爱剧本，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恋爱经历。其实最重要的就是1行字而已，根据真人真事进行改编，然后再到短视频上宣传一下，你亲自指导男主角如何拍戏之类的。其实我前几天刚刚开了一本新书，内容就是我的恋爱经历，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影响。陆离啊，没想到你还挺自恋的嘛，年纪轻轻就开始写上自传了。拿我恋爱经历写剧本就行，写网文不可以啊？算了，你们都不懂我，直接跟我说写剧本我能拿多少钱吧，后续我改改小说剧情就好了。陆离学弟，你很有天赋吗？看来咱俩是同道中人。所以你是哪条道上的人？我的人生信条是，钱不仅是万能的，没钱更是万万不能的。直接说价吧，我的故事究竟能值多少？要是最后真能成交的话，你拿7成，我们分剩下3成。靠，戏剧社就是我家，日月山河永在，芷兰戏剧永在。欢迎2位，董导、江总。很荣幸能来拜访贵社。双方纷纷落座，董总始终面带笑容，江总则是面色平静，毫无波澜。整个谈判过程并没有持续很久。合同以及剧本的要求，相信诸位已经有所了解。我司计划出资45万，也达成这次合作。45万，我拿7成，岂不是可以赚30万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陆离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，实则内心狂喜。
有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，你和江连雪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俩是打游戏时候认识的。一讲到江连雪，陆离就感觉自己很是兴奋，停不下来。1个小时后，谈判结束，签约很是顺利。江总对于陆离提供的故事很满意，很愿意出资。小伙子，这么羡人的爱情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啊！问问。送走2人后，陆离还感觉不太真实。这才2小时不到，自己就有机会挣30万了。好好写吧，希望你能写出一部足够优秀的剧本。放心，我会协助你的。虽然我没谈过恋爱，但是可以帮你润色一下文字。好了，不要太有压力。为了庆祝芷兰戏剧社再下一城，我们一起去聚个餐吧。我请客，去北门怎么样？光年文化公司会议室旁，刘叔低头看手机，表情很是意外。老爷，您有何吩咐？小刘啊，我今天见过那小子，他把和小雪恋爱的过程给我全讲了一遍，确实有点意思。这次您又用了什么诡计？哈哈哈哈！当然是我最擅长的花钱。哎，老爷，恕我直言，陆少爷并不像是那么容易被钱财所动的人。听完经过的刘叔沉默，突然之间，他开始有点可怜陆离了。估计此时的他还沉溺在一个剧本卖出45万高价的喜悦之中，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早就已经掉入陷阱之中了。下午下课后，陆离正和韦明翰在寝室开黑。江连雪开完会后发来消息：呼叫小怪兽，呼叫小怪兽，要不要一起去消灭小龙虾怪？不久前不是刚消灭完吗？怎么你又馋了？据知情人士报道，近日小龙虾怪很是猖狂，通过各种短视频平台向我下达战书。面对如此挑衅，定然不能容忍。小怪兽，快随我冲锋！好好好，你到哪里了？在金石广场啦。好，你在那里不要走动，我马上过来。老韦，我先撤了，上黄金的事晚上再说啊。陆离走后，于一人和王旭也在陪女朋友逛街，如今就只剩韦明翰一人孤零零的待在寝室。走吧走吧，都在忙，忙点好啊。家人们，快去找对象，一个人真的好无聊。金石广场，江连雪依旧穿着早餐时那套西装，戴着墨镜，抱臂而立，看起来很酷。陆离笑着从一旁走上前去，江连雪依旧保持着那酷酷的姿势，一动不动。你怎么回事？被葵花点穴手了？你看，前方10点钟方向有好东西。哦，合着你戴墨镜抱臂往这一站，就是为了看美女的大腿？连雪，你总是让我忍不住去想，睡在我枕边的究竟是怎么一个变态？嘿嘿，我只是有一双擅长发现生活中的美的眼睛，怎么能叫变态呢？麻烦这位小姐，先把嘴角要流出的口水擦干净再说。你别污蔑我！江连雪气得握紧小拳拳，轻轻捶了一下陆离的胸口。陆离笑着伸手握住，然后顺势牵起了手。好了，别看了，我带你去消灭小龙虾怪。好。路过的学生有人认出了陆离，这才发现一旁的是江连雪。不少人都拿出手机开始录视频，准备发抖音。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制片方盯上这个故事的原因。爱情，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。果然还是你的人气高啊！我一个人在校园里走的时候，根本没人关心我。我一个人在校园里的时候，同样也没人关心我。所以大家喜欢的其实是我们俩在一起时，只有我们2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才是最美最幸福的时刻。侧目看去的陆离没法透过墨镜对上江连雪的视线，但是他能从她嘴角扬起的笑容中感受到要溢出的幸福感。饭店中，陆离一边扒着小龙虾，一边给江连雪讲着今天来买剧本的制片方。写剧本的时候我要看，这方面我可是专业的。我还不知道你开的公司是做什么的，搞投资吗？光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主攻文娱方面，网文、电影、游戏等方面都有业务。那你平常看我码的网文，岂不是能看出我写的到底行不行？很好看啊，特别是人设，女主角真是太可爱、太美丽、太讨人喜欢了。你明明知道女主角是照着你写的吧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捏。不过等到你开始创作剧本的时候，我可以在一旁指导一下。和网文比起来，我更擅长审核电影剧本一些。陆离顿时感觉信心满满，有了江连雪的帮助，这次应该能创作出不错的电影剧本。吃完饭要干什么去？回家健身吗？还是出去玩？出去玩。想去哪里？游乐园。好，想好去哪个游乐园了吗？天空之眼。吃过饭后，江连雪回去换了一身衣服。陆离，你会开车吗？我有驾照。兰博基尼开过吗？陆离愣了一下，他还以为要开那辆黑色奥迪呢，但巧的是，他还真开过。没想到你车开得这么好，以前经常开跑车吗？也没有，假期的时候拿老爹的车开过几次，可能这就是天赋吧。按照导航的指引，很快2人来到停车场。陆离和江连雪刚一下车，很快就有人认了出来，不少人拿出手机拍照录像。陆离已经能够预料到，
短视频平台又要开始出现两人的约会短视频。陆离和江连雪两人对此毫不在意，手牵着手向游乐园走去。来到游乐场，两人见天空之眼下排队的人有不少，便决定先去玩别的项目。江连雪很是兴奋地指向不远处的碰碰车，双眼放光。哥哥，我要玩那个。好，但是能不夹了吗？哥哥不喜欢妹妹这样吗？陆离不禁捂住胸口，怎么刚刚感觉心脏好像有一瞬不跳了？如果妹妹现在能亲哥哥一口，那么哥哥就带妹妹去玩。江连雪听此毫不犹豫地踮起颈肩，笑着吻向陆离。恰逢晚风吹来，很是温柔，风中响起其他游客羡慕的呼声，还有相机咔嚓的声音。这一幕美好到让刚经混凝土都重新开始相信爱情。深情一吻后，陆离笑着看向江连雪，你等我一下。江连雪乖巧地点了点头，静静看着跑向一旁男游客的陆离。很快，陆离笑着跑了回来，迫不及待地把手机递给江连雪看，正是他俩接吻的照片。这张照片我要当壁纸。我都准备拿它去报名普利策奖了。哪里？两人来到碰碰车场地外。陆离，我要和你开2辆车。你不怕被我撞飞了？哼哼，我可是碰碰车高手哦。这样啊，那来战。进入碰碰车内，江连雪没有去理会其他进场的人，她紧紧盯着陆离，尽力摆出一副凶狠的表情，但在陆离眼里，就好像一只金鱼，很是可爱。随着音乐声在场地中响起，所有碰碰车的开关都同时启动。5分钟后，所有碰碰车都缓缓停下。陆离看向自己松开方向盘有些发麻的双手，人也麻了。这小奥特曼的破坏力实属惊人，简直比怪兽还怪兽。他有充分理由怀疑，别人的司机开车是为了保护老板安全，而刘叔开车是为了保护路人安全。江连雪一脸兴奋地从碰碰车内迈出大长腿，伸手拉住陆离，我还要玩，还要玩。还有别的项目呢，多体验一下嘛。可是我好喜欢玩碰碰车啊，再来一次嘛。这一阵攻势下来，陆离整个人都软了，只得陪着江连雪再来一次。这一次两人选择了共乘1辆车。美女，一会请您注意车速和安全。放心，我开车稳得很，不会发生危险的。我想说的是，请注意一下您的车速和其他人的安全。没事，放心吧，我会看着点他的。工作人员离开后，江连雪看向陆离，我开的真有那么猛吗？我承认，在你撞上来的某个瞬间，我想到我太奶了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我慢点开就是了。这一圈我们就先绕场地飙车吧。等会，这一圈，难道你还想有下一圈？不等陆离再确认，音乐突然响起，新一轮的混战开始。江连雪已经踩住油门，一骑绝尘冲了出去。陆离的话全部淹没在风声和笑声之中。半个小时后，碰碰车的出口外，陆离扶着墙，手脚都被撞得有些发麻。江连雪整整玩了6遍碰碰车才过瘾。她笑着看向陆离，伸手指向了不远处的过山车。我接下来想玩那个。好，先说个数，想玩几遍？应该1遍就可以吧？江连雪眨了眨眼，似乎不是很确定。又半个小时后，做了3遍过山车的陆离和江连雪坐在长椅上休息。江连雪正在笑眯眯地咬着冰淇淋，陆离双手搭在椅子背上，仰头望天。吃一口吗？陆离摇了摇头，他感觉自己现在头晕脑胀，吃什么都怕给吐出来。不得不说，江连雪的身体素质确实强大，做了3遍过山车还是和没事人一样。这等实力，或许只有小陀螺学长有一战之力。接下来我们去玩点舒缓一些的项目怎么样？求之不得。那我们去玩鬼屋吧。这位美女，你是不是对舒缓有什么误解？又半小时后，两人向着天空之眼走去。如今已经是晚上11点，游乐园里的人寥寥无几，除了工作人员以外，很难再见到游客。先生女士，请注意不要在摩天轮上做一些剧烈动作的事情，注意安全。每到夜晚时分的摩天轮，总会有人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进入舱内，优美又舒缓的音乐从舱内的音响中传来。忙碌一天的江连雪此时困意涌上心头，她靠在陆离的肩头，默默看向窗外。江南，好美啊！陆离很是赞同地点了点头。当两人所在的车舱到达最高点时，江连雪忍不住坐直了身。陆离，我找到我们家了，你快来看呀！哎呀，我们忘接吻了。都说在天空之眼达到最高点时，情侣接吻就能够白头偕老。顾不了那么多的江连雪扑向陆，做事就要亲吻。这时车舱突然轻微晃动了一下，然后停住了。一时间，整个摩天轮都停住了。下一瞬，灯光熄灭，周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这不会是停电了吧？太好了，老天爷都想让我们长长久久。
小奥特曼，你是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停电的摩天轮里面吗？我知道啊，并且我们还是在最高点呢。满脑子都在惦记爱情传说的江连雪，显然已经把危险尽数抛到脑后。没关系的，无论是在哪里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都不会感到害怕的。其实我也一样。黑暗的车舱内，两人微微歪头，嘴唇触碰在一起，尽情释放着心中的爱呐。下一瞬，突然光芒在身旁绽放。怎么样？我说我就是光吧？好，你就是光。游客朋友们，刚刚园区内设备故障导致短时间内停电，很抱歉影响到各位的游玩体验。为弥补此次过失，还在园内的游客，我们稍后会全额退款。和他们聊过了，可以把退票金换成酒店1夜住宿。嘿嘿，今天我俩要开房了吗？你要干嘛？说起来，咱俩还没开过房呢。办好入住手续后，江连雪已经困得不行，整个身体都被陆离揽在怀中。只是刚进屋开灯，江连雪顿时就精神起来了。为什么会是双床房？当然是为了分开睡。我不要，我要和你一起睡吗？都已经开好双床房了，总不能浪费了吧？那我们可以干湿分离吗？我操，这都是哪里来的虎狼之词？去洗澡吧，酒店没有大床房了，所以开的双床房。那晚上一起睡。好呀。江连雪笑着向浴室走去，疲惫不堪的她很需要洗一个热水澡来放松一下。陆离拿出手机刷着微博，毫不意外，天空之眼游乐园停电的视频冲上了实时热搜，其中还有一条世纪最美游乐园之舞也在榜上。陆离翻着那些叫嚣着杀戮狗的评论，不禁笑了笑。和摩天轮上那一吻比起来，这哪算得上什么最美之吻？这时，穿着睡衣的江连雪走了过来。快去洗香香，我在床上等你。你不要老是说这些容易让人误会的话啊！你究竟是在引起谁的期待？很快，陆离也洗完澡走了出来。江连雪已经躺入到床上，整个人缩在宽大的被子中，只露出一个小脑袋，像是只小猫一样。面对这副模样的江连雪，陆离相信没有男人能抵抗住。他钻入被子，江连雪立刻笑着凑了过来。陆离，抱抱，亲亲。再次醒来已是次日中午，两人来到酒店自助餐厅，江连雪正咔咔炫饭。回去之后千万不要告诉韩姨我中午吃了这么多。你觉得韩姨那么容易蒙混过关吗？哎呀，他不问就不说嘛，看破不说破也是一种美德。陆离笑了笑，他总感觉和自己在一起以后，江连雪似乎变胖了一点，理由是每天晚上睡觉时，他都感觉江连雪要比昨晚丰满一些。可能这都是自己的错觉吧。此时江连雪已经将包好的虾递了过来，陆离下意识张开嘴，把沾着酱油的虾肉吞进嘴中，鲜美中带着丝丝甘甜。这虾肉这么好吃吗？江连雪眼睛一亮，又自己吃下一只。感觉和普通的虾没有什么区别啊。陆离严重怀疑他口中说的普通的虾根本就不普通，他自己又剥了一只吃下，结果出乎意料，确实很是一般。你再喂我一个。喂对了。你这是心理作用，是不符合食物科学客观规律的。陆离接着又不紧不慢地剥了一只虾给江连雪喂去，气呼呼的江连雪还是乖巧地张开了嘴，一口吞下虾肉后，她眼睛亮起。陆离，你真是美食界的天才，我们来互相喂对象吃饭吧，这样饭菜会变得更好吃。我们都已经是大孩子了，不能再让别人喂饭吃了。可是哥哥，你喂给人家的饭更香吗？撒娇也没用。哥哥。果然这一招有用，陆离还是彻底沦陷了。两人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的互相喂着对方吃饭。可恶，都杀了，一个埋南极，一个埋北极。真是搞不懂，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讲？等你入坑明日方舟之后就懂了。小姐、少爷，玩的可还开心？超开心，好久没有在游乐园玩这么开心了。哈哈，要是老爷能看到小姐这么开心，一定也会很欣慰。少爷，您怎么样？累吗？和连雪一起约会怎么会累？还挺期待下一次的，只可惜最近要忙起来了。是因为那个电影剧本？对，最近有些思绪了，感觉应该会比较不错。那就祝愿少爷的剧本能够爆火。哈哈，借刘叔吉言。今天下这么大雨，你班里的体育老师还没消息吗？不能吧，外面下雨还让你们上课？可能会安排我们去馆里上课。我班这个体育老师是出了名的严格。我其实想和你找个地方一起静静去欣赏外面的雨水。没关系的，我们体育老师就取消了。要是真到馆里上课，我陪你一起上就好了。也可以哈，同学那么多，他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他的学生。陆离撑起伞，带着江连雪向场馆走去。刘叔有些要紧事要忙，
所以没有办法在校门外等他们。开车先行离去。两人刚刚走到场馆内，江连雪的班级群里便发来了消息：今天网球课取消。刘叔目前应该是没有办法来接我了，这雨有点大，要不你先回宿舍。傻瓜，我怎么可能会丢下你一个人？跟我走，我知道一个躲雨的好地方。江连雪眼睛微微闪烁光芒，心头的阴霾很快一扫而空。果然，只要和陆离在一起，伤心就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。学姐，你是住在戏剧社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昨晚在戏剧社睡的？每次写稿的时候都感觉停不下来，所以干脆就住在戏剧社了。哎呀，弟妹来了呀，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？吃饭了吗？渴了吗？等我拿点水果。瑶瑶姐不由分说的把江连雪安排到椅子上坐好，然后拿来了水果饮料。陆离笑着暴毙站在原地，自己此时就跟个局外人一样。陆离，你说现在这个天骑手能送奶茶过来吗？瑶瑶学姐，你这有点太偏心了吧？连雪好不容易来这么一次，我好好招待一下怎么了？随后，陆离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码字，因为是讲自己的故事，陆离写起来很是得心应手。陆离把大纲大致写完，扭头看向身后的瑶瑶，怎么说？有什么修改意见吗？陆离，你真的面基第一天就摸脚了？你关注的点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啊？我是说认真的呀，按照你剧本人设，连雪是一个高冷的女孩，怎么可能会面基第一天就让你摸脚？当然，现实中的连雪还是很可爱、很温柔、很大方的。哎，注意一下，那是我女友，不是你女友。我倒是觉得情节可以保留，只是需要在前面的故事中加深刻画一下女主的人设，要让观众意识到女主并非高冷，只是比较呆，配合上她的颜值，所以才会显得那么难以接触。有道理。瑶瑶迅速倒戈，赞同江连雪的提议，只是她仍然很是好奇，所以为什么第一次面基你就会让陆离这小子得逞啊？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就已经很喜欢陆离了吧。听到这个，瑶瑶顿感心脏一颤，有点发晕。爱上一个人可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，但要忘记一个人或许需要一辈子。所幸江连雪不需要去忘记陆离，那臭小子已经一脸感动的起身抱住江连雪亲起来。把整个剧本都看完后，瑶瑶还不是很确定的看向陆离，这整个故事该不会都只是男主角临死前的幻想吧？我们是现在回家，还是等一会再叫刘叔来接？什么？你们两个已经同居了吗？不要露出一副大惊小怪的模样，和对象同居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大学生确实有不少情侣同居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但是对于母胎单身20年的瑶瑶来说，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。连雪，给我讲讲吧，恋爱的同居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嘛，也就是正常的吃饭睡觉。不过你们就不干点别的了吗？现在不干嘛，以后可能会。你每天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哎呀，还不都是被你教坏的。你可别瞎说，我堂堂一位正人君子，怎么可能会教你这些粗鄙之物？陆离，你不要带坏我们家连雪。靠，什么叫你们家连雪？被搂在怀里的江连雪嘿嘿一笑，吐了吐舌头。既然不相信我，那么就只能上证据了。不可以，陆离，你我相爱一场，又何必如此苦苦相逼？什么情况？怎么看起来还真是陆离被冤枉了一样？学姐，年轻了吧？你要知道，一个被窝里可睡不出2种变态。我不管，就算都是变态，连雪也是比你更好看的变态。为什么你这么说？我反而觉得挺开心呢。忙完的3人决定一起吃个饭。瑶瑶一个人走在前面，江连雪趁着瑶瑶没回头，偷偷踮起脚尖，迅速亲吻了一下陆离的脸颊。怎么突然就想亲我了？看到有雨水溅到了你的脸颊上，忍不住就想要动嘴。陆离心中一动，他在江连雪的唇上也看到了水滴。陆离立刻俯身，缓缓低下头去。接上集。晚上，两人回家后正躺在沙发上休息。要吃点东西吗？陆离目光从他秀色可餐的脸庞上扫过，又向下看去。你真别说，是有点馋了。我是说吃点心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嘿嘿，我也在想点心呢。哼，对此江连雪是一点也不信。她起身向前，把托盘拉到身前，拿起一块绿豆糕，张嘴咬住在嘴中，然后嘴角扬起，笑着扭头看向陆离。陆离明白他的意思，低头咬住绿豆糕另一边。绿豆糕并不算大，很快就吞到了肚中。你嘴角有绿豆糕的残渣，这一招你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已经用过了。我不管，我就是想亲亲嘛。见自己的技能被陆离躲过，江连雪发动必中技能撒娇，效果拔群，陆离只得乖乖低下头去，一直亲到江连雪满意为止。刚开始还是借着绿豆糕打掩护，很快江连雪的目光就落到了那壶清酒上面，她含了一口酒在嘴中，仰着头向陆离靠近。门外小雨淅淅沥沥地下，沙发的两人狂风骤雨的吻着，人和老天爷都忙得不可开交。几分钟后，江连雪面色潮红的开口：好了，我先去洗澡了，晚上看电影吗？好。陆离点了点头，
只是不敢起身。作为一位 CS:GO 高手，压枪是必备的技能，他对此已经熟练掌握。只是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每天的江连雪都比前一天更诱人。洗完澡后，陆离来到卧室，呆愣地看着正在擦头发的江连雪。你不是喜欢看吗？怎么现在又傻眼了？你是不是在哪个魅魔学院进修过？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，女生色起来就没有男生什么事了？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你天生的？哪有女生不知道怎么展示魅力的，只是有没有展示的必要而已。嘿嘿嘿。没想到你竟然还能说出这么有道理的话。哼哼，俺早就说过了，俺精的一批。今天晚上想要看什么电影？动画片。好。盯着屏幕，陆离突然眼前一亮。这部《宝贝老板》，你看过吗？一般没有美女的电影我都很少看的。陆离无语了，在某些方面，江连雪还真是人设稳固不倒呢。江连雪靠回到陆离怀中，两人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电影。电影看完以后，两人又开始王者荣耀开黑。快快快，来帮我！你怎么这么慢呀？哎呀，都怪你，又输了。你还真是菜菜的你。你这人翻脸比翻书还快，待你上分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？我不管，你就是变菜了。不服 solo 啊！说好了，谁输谁叫爸。没问题，父子局，愿赌服输。玩什么位置？还是对抗路，让你看看国服对抗路的实力。江连雪信心满满的开始游戏，她相信自己这一次一定能赢。这2个月以来，她巅峰赛已经打上2100，早就已经不同往日。几分钟后，看着大败失败，江连雪傻眼了，然后抬眼看向陆离，目光之中秋波涌动，看起来就像是委屈的小狗一般。真的要喊吗？看着眼前一脸委屈、惹人生怜的江连雪，陆离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。只是不等陆离有所行动，江连雪就已经率先出击，扑入陆离怀中，把头埋进胸口，轻轻蹭了起来。不要嘛，不要嘛，不要嘛！面对威力如此迅猛凶狠的撒娇，仅仅扛了1秒，陆离就败下阵来。好好好，不喊就不喊，做父子嘛，情谊都在心中。江连雪也没有在做什么，毕竟她确实输了，这一次是她理亏。接下来要干什么？睡觉吗？虽然王者打不过你，但是游戏那么多呢，我一定有比你强的。来，我们再战。这次输了什么惩罚？哎呀，就是单纯的切磋一下嘛，情侣之间干嘛要那么认真呢？这江连雪是怎么做到又怂又勇的？属实是能屈能伸。这样吧，谁要是赢了，就可以在输的人身上画一个小乌龟。画哪里都可以吗？一边说着，他的视线一边顺着陆离的胸口向下扫去。不是哥们，你不要表现得这么变态好不好？嘿嘿嘿。江连雪伸手拍了拍自己的小腹，这变态惩罚方式不是你想出来的吗？怎么，你不想在这里画一下？陆离忍不住伸手摸去，江连雪却动作灵敏地躲开，笑着站起身来。不要妄图在正式比赛前联络感情，现在开始，比赛第一，爱情第二。好，你就等着你的小肚子上画满小乌龟吧。怎么，你不想在这里画一下？陆离忍不住伸手摸去，江连雪却动作灵敏地躲开。不要妄图在正式比赛前联络感情，现在开始，比赛第一，爱情第二。好，你就等着你的小肚子上画满小乌龟吧。几分钟后，江连雪那光滑平坦的小腹上已经画满了小乌龟，她扭着头，鼓着嘴，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又菜又爱玩。手里握着粗粗水写笔的陆离一脸坏笑。连雪，这只小乌龟是想要塞到你小肚子上的哪里啊？没有地方的话，那就画到胸上嘛。一边说着，他一边做事要把衣服直接脱下。陆离连忙出手制止。算了，亲我一下吧，就算是抵消惩罚了。陆离笑着俯身向前，江连雪立刻一把抱住陆离，然后冲着他的脸就巴巴地亲了起来。让你给我画小乌龟，老娘今天不亲死你！陆离只能闭上眼睛，平静忍受着狂风暴雨般的亲亲。第二天一早，陆离和江连雪要参加芷兰戏剧社团建。陆离，这套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正在纠结衬衫最上面一个扣子到底要不要扣的陆离抬头看来，这送命题怎么没给我提前压一下？好了，不用回答了，觉得好看你抱抱我就好。陆离走上前去将他抱住，江连雪目光温柔的抬头，和朋友一起出去玩，不用穿那么正式，这个扣子不扣会显得放松许多。道理我都懂，但你解我第二个扣子干什么？嘿嘿嘿，让姐姐看看这1周时间胸肌练出来没？你一定要玩这么变态是不是？也不知道是谁半夜一边揉我一边说着梦话，什么这包子好软好大，好想咬一口之类的。睡觉这么消耗体力的事情，睡饿了有什么问题吗？
没问题，正好我早上也没吃饭，也饿了。一边说着，他一边做事要把陆离身上的衣服全部解开。突然门外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施法。小姐，少爷，车子已经备好，现在要出发吗？马上，刘叔，你先去车库等我们吧。好的，小姐。早知道我昨天晚上就不和刘叔说，让他今天早上来提醒我们出门的事情了。确实也要到约定的时间了，不能让戏剧社的大家等我们。等着吧，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见识到我的实力。陆离笑而不语，也不知道究竟是实力还是实力。江大北门外，大巴车已经停在路边，蓝玉婷正和新社员聊着天。此时陆离和江连雪走来。果然还是新社员乖，那几个老家伙竟然还没来。要不把副社长的位置交给我得了，我来以身作则。行啊，你去找孙志鹏聊聊吧，让他快点让位，以后芷兰就姓陆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怎么见到学姐不问好啊？两人互相对视一眼，都有些不好意思的看向陆离。对不起嘛，刚刚太紧张了，就说错话了。陆姐，别介意嘛。你想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，见到江学姐怎么不问好？学姐好，学姐好。你怎么老是胡闹？你们也好呀。一睹女神笑容的两人顿感如沐春风，同时感慨：陆离，你真该死啊！哎，我好歹也算是你们的前辈，拜托尊重一下好不好？两人同时扭头选择了无视。不就只是早入社1周而已吗？还真把自己当成老前辈了。你先上车去吹回空调吧，我在这里等一会。好，你平常做大客都喜欢什么位置？后排靠窗，王的故乡，去吧。陆离愣了一下，他才意识到这好像是江连雪第一次坐大客车。看着他的背影，陆离嘴角忍不住扬起笑意。在遇到自己以前，江连雪很多事情都没有去尝试过，自己今后可以带他一件事一件事去做。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所幸他在最好的年华遇到了最好的他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怎么瑶瑶姐谈恋爱以后，你们全变瑶瑶姐了？嗨，谈恋爱还怕别人看啊？你俩快点订婚，我已经等不及要喝你俩的喜酒了。这想的也太远了吧！我才刚大一，怎么也得有3年呢。急，这蓝玉婷真是越来越像自己老妈子了。再过一阵子，是不是就要开始催娃了？大巴车刚刚开出去几分钟，江连雪便靠在陆离肩膀上睡了过去，而陆离在用手机修改着剧本初稿。怎么出来团建还在忙工作，这么刻苦的吗？都是瑶瑶姐教的好。你瑶瑶姐什么时候？我操！怎么跟2个卷王会一起去了？本来想着叫2人一起打王者的，搞得现在都不好意思开口了。你要是觉得头晕的话，也可以睡一会的。放心吧，我体质特别好，从来就没有晕过车。瑶瑶姐那是在乎你晕不晕车吗？那是想让你靠在她肩头睡觉而已。面对如此不开窍的李涛，瑶瑶姐干脆放弃了暗示。你睡不睡？我就问你睡不睡？再唱一首吗？再唱一首的话，有没有什么奖励呢？你想要什么奖励呢？这么多人在呢。你不要露出这么容易引人误解的表情啊！这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属实是太有欺骗性了。好了，我再唱一首。好耶！江连雪笑着坐起身来，双手托腮的看向陆离，露出一副小迷妹的表情，静静等着他继续演唱。此时的陆离正和郭月月参加社团活动《我是歌王》，刚和江连雪合唱完一首《因为爱情》，惜败给了郭月的风。月月姐，要不要再比一场？这一次我梭哈5个筹码。你就这么有自信能赢我吗？没自信，只是觉得喊出梭哈比较帅而已。巧了，我也这么觉得的。我跟了。这一次我们自己选歌怎么样？正合我意。学弟，你完蛋了，我可是人送外号小金鱼，今天必定让你血本无归。就像是作者答不出来自己文章的阅读理解一样，就算是本尊来了，也不一定能唱满分哦。哼哼，不要求满分，只要比你高就好。放完狠话的郭月月开始演唱，1秒就进入了状态。这一次，她选择了自己最拿手的歌曲《光年之外》，不愧是郭月月最擅长的一首歌。最后演唱完，评分竟然高达95.7。你这5枚筹码，我可就要笑纳了。陆离起身走向点歌台，看起来依旧是自信满满的样子。所有人此时都好奇起来，想知道他究竟要选哪首歌曲。随着音乐声响起，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众人千算万算，也没有算到陆离最后会选一首好汉歌。一曲唱完后，同样傻眼的还有郭月，他不敢置信的看着那98.7的评分。这5枚筹码，我就笑纳了。大意了，没想到在最擅长的领域翻车了。他看着自己手里的2枚筹码，思索着接下来该何去何从。江连雪笑着走向他，月月姐，我来请你喝奶茶吧。月妹啊，你简直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了，哪有让新人掏钱的道理？走，我请你喝去。月月姐，不用，
还是我请你喝吧。嗨呀，和你姐客气什么？看着勾肩搭背走出 KTV 包间的两人，陆离连忙追了出去。放心吧，学弟，我带连雪去喝奶茶聊聊天，你先去玩吧。我就在1楼沙发那里坐着。好，那我就去玩1楼的游戏。你俩实在是太恩爱了，1分1秒都不想分开吗？哎，想了想，确实不想分开，有他陪伴的每1分1秒都弥足珍贵。看着他那双明亮如镜的眼眸，郭月月不禁愣住，这么一位眼里满是自己的姑娘，究竟是多少男人梦寐以求的伴侣？半小时后，陆离手里握着一叠筹码，走向江连雪。看见你赢游戏了，赢了多少啊？我听到了强运的回响。下午还要继续玩游戏吗？这些筹码感觉够了，一会要不要到周边溜达溜达？好啊，好啊。两人就手牵手离开了别墅。两人出去餐厅吃了半只烤全羊，刚从商场出来没多久，江连雪双眼放光地盯着路边的冰淇淋。你不是刚刚吃完半只烤全羊吗？怎么嘴又馋了？你应该知道的，女生吃饭和吃甜点是2个味。好吧，想吃什么味的？抹茶。有品味。你好，来一个抹茶冰淇淋。帅哥，本店活动第2份半价，要再来一个吗？一个就好啦，我吃不完的，剩下的给你吃。看见如此可爱的江连雪，店员抢在陆离前面开口：好好好，一个就好。他又悄悄抓了一大把奶糖放到袋子中，接过袋子的江连雪露出甜甜的笑容。谢谢姐姐。店员愣住了，他又拉出一瓶蓝莓汁递了过去。这是赠饮，常来啊。陆离连忙上前替他开口道谢。这要是让他再继续这么温柔下去，这店员姐姐估计能把眼前这家店都给送了。两人走向附近的公园，找了一处长椅坐下。哇，比我想象的要好吃一些，快赶上平常含饴做甜点时的失败品了。你这话还好没被店员姐姐听到，不然她一定要把那瓶送你的蓝莓汁抢回去。不会的，姐姐她是个好人。陆离默默扭过头去，觉得该去找店员要笔保护费。江连雪又咬了一口冰激凌，嘴唇上已经沾满奶油。陆离，宝，你好可爱啊！嘿嘿，你也好可爱，想咬一口。话音落毕，抹茶的香气就已经扑入鼻中，比奶油更柔软的是江连雪的唇。直到陆离确定再没有一丝奶油残留，他才依依不舍地松开嘴。我不信，快让我撕开你的西服，好好闻一闻，究竟是你香还是香水香？宝，你好可爱啊！话音落毕，抹茶的香气就已经扑入鼻中，比奶油更柔软的是江连雪的唇。直到陆离确定再没有一丝奶油残留，他才依依不舍地松开嘴。只是下一秒，江连雪嘴唇上又满是奶油，又沾上了，怎么办？我发现你就是这世上最机智的人。嘿嘿嘿，我知道。那你呢？你是什么人？我啊，我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。江连雪被陆离的直球表白搞得有点脸通红，本想着再亲一下，也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。他又思索一番。陆离，你要吃进口糖吗？阿尔卑斯嘛，好像确实是国外进口的。陆离从袋子中拿出一块糖，但是却被江连雪一把握住了手。不是普通的进口糖哦。下一瞬，江连雪吻在了陆离的唇上，陆离下意识张开嘴，奶糖顺滑地掉入陆离嘴中。陆离这才回过神来，原来这就是所谓的进口糖。此时口中的糖不知为何确实甜了许多。突然，一位黑衣男子向他们跑来。小姐、少爷，老爷传话，明天晚6点，流运山庄有一场晚宴。话音落毕，男人没有任何犹豫，再次转过身跑开。看着跑远的男人，陆离疑惑地扭头看向江连雪。那就是我说的保镖，都是刘叔带出来的团队。平日里我也不知道哪些人是保镖。怪不得上一次你说我看不出来，原来你自己也不知道。他为什么不给你打电话呢？还专程派人来传信。可能是我今天上午手机摔坏了吧。这样啊，那你可以去转转上看看。最近我发现转转上的2手手机还挺划算的。我这台苹果13比新机便宜了1900多，省下来的钱都能再吃2只烤全羊了。而且转转是个官方2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比一般的2手要靠谱。上面的 iPad 也挺划算的，推荐你也去转转。这么划算吗？那我等下去看看，省下的钱给你买双球鞋。谢谢宝。所以你要去吗？不是很想去，就是那几位叔叔聚一起吹牛而已。我老爸估计是想让你帮忙抵挡一下。这位老爷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！我一个平平无奇大学生要去挡那群大企业家的剑，那我应该去吗？看你自己啦，反正你要是去的话，我就陪你；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俩就回家打游戏去。陆离心中不由得开始担忧，江连雪也看了出来，她也很好奇，对于陆离，老爹究竟怎么看的呢？思索一番，亲爱的，明天陪我去宴会吧。好。本身还在犹豫的陆离猛地点了点头，无论是天涯海角还是刀山火海，他都愿意陪江连雪一起去。恋爱脑不可取，但可取恋爱脑。第2天傍晚，江连雪正看着一堆礼服犹豫不决。
你在犹豫要穿哪件吗？一般这种宴会我都是随便挑一件，但是这次要陪你去，所以我在想要穿一件足够耀眼的。陆离心头牵动一下，他伸手轻轻摸了一下江连雪的头，然后把她搂入怀中。刚刚在健身房，我问了刘叔，对于参加宴会有什么忠告？刘叔说什么了？刘叔说做自己就好。好，那我知道要怎么选了。江连雪上前挑中一款红色礼裙。你要看着我换吗？我可以吗？陆离呆愣地看着她套上那件红色礼裙，优雅又充满热情。陆离，快来帮我拉一下拉链。哦，他走上前去嗅着发梢间的香味，忍不住好奇，今天去参加宴会，你也不戴首饰，不喷香水吗？我不需要什么没用的点缀，这样简单就好。陆离忍不住从背后环住江连雪纤细的腰肢，身体紧紧贴在她的后背。能不能来正面抱抱我？背面只能你一个人抱，不公平。闻言，陆离松开手，不等他有进一步动作，江连雪已经开始行动。先去换个衣服吧，看看给你定制的西服合不合身。陆离看着西装革履的自己，属实帅气逼人，堪比江南大学吴彦祖。这件西服是私人定制的，穿起来很是合身嘛。江连雪正在为他整理少许褶皱。嘿嘿嘿，兄弟，你好香。那是因为我喷的香水。我不信，快让我撕开你的西服，好好闻一闻，究竟是你香还是香水香？还是你玩的变态啊？我们现在该出发了。整理好衣服后，江连雪上下打量一番，完美，走吧，去给我老爹一个惊喜。叔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刘叔只告诉我做自己，搞得我现在突然有点慌。哟，你还是怂了呀？看你刚刚那副自信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你真不打算问了呢。这不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吗？安了，老爹他人很好的，要是他敢为难你，我就拿小拳拳捶他胸口。等到坐入车中以后，今天的江连雪罕见的没有钻入陆离怀中，她端庄的坐在车子后座上，面带微笑的看向陆离。看你的样子，似乎忍得很难受啊。呵呵，等晚上晚宴结束以后，我一定要亲手把你身上的西服撕开。陆离笑而不语。此时的两人就像是被礼服束缚的野兽，为了不让衣服上生出褶皱，都不敢轻举妄动。车辆平稳而行，1个小时后抵达了目的地。小姐、少爷，多吃一点。放心，刘叔，你了解我的实力。怎么是他？众多回忆一时间都在脑海中碰撞开来。原来这个江总就是江连雪的父亲。他很快便想明白了许多事情，他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就把老底和未来可能的老丈人透了个遍。怎么突然感觉这剧本前来的好烫手？怪不得昨晚连雪还说他父亲可能已经提前亲眼见过我吧。花50万向自己女儿的男友买2人的恋爱故事，这段位是真高啊！随着江父的现身，在场的众人纷纷露出笑容，开始欢呼。一时间，宴会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每个人都是那么卖力。而江父并没有第一时间理会众人的欢迎，而是同样把目光投到陆离身上。一老一少，一上一下，隔空对视，两人的嘴角都缓缓上扬，面带微笑。一旁的江连雪心已经提到嗓子眼，生怕自己这老爹整个活公然翻脸。开场致辞讲完后，江连雪拉着父亲朝陆离走去。慢点，慢点，这么急着让你爹去敲打那小子吗？老爹，我这辈子可就遇到这么一个喜欢的人，你要是搞没了，我就去和我妈告状。那好，我尽量吧。江父心中暗自叹气，作为父亲，他看不得自己女儿受哪怕一点的委屈。作为过来人，他知道一个男人的不可能三角：帅、有钱、对感情专一。他倒不在意陆离的颜值或经济情况，他只在意陆离对于小雪是否专一。看到父女两人走来，陆离主动走上前去迎接两人。一时间，宴会厅里的交谈声小了许多，众人有意无意都看向了陆离这里。从陆离进门那一刻开始，所有人都在等待这场好戏开幕。幸会，陆少在下江云峰。江总您好，我们见过的。江云峰松开手，拍了拍陆离的肩膀，原本波澜不惊的脸上一瞬间露出了爽朗的笑容。哈哈哈哈，小子，你写的剧本还真有意思啊，小雪指导过吧？老爹，我好歹也是个文娱分公司的老总，帮忙审审怎么了？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这还没嫁呢，就已经要收不回来了。哈哈哈！陆离一时间不知道该接什么比较好。一般老丈人说这话，陪着笑笑就好了。小雪，你先去找灵儿他们玩吧，我和小陆有点男人之间的话要说。陆离，你要是被欺负了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给你找场子。去，小丫头片子，你现在是越来越有本事了。陆离和江云峰同时望向他远去的背影，江云峰扭过头来，叹了口气。一转眼，他已经长这么大了。按照我看电影的经验来说，一般以这句话开头的聊天，后续聊的都不怎么样。哈哈哈，你小子真有意思。那我换一句话，一转眼我都已经这么老了。这还不如上一句了。江叔，您这次有何指示？只是谈不上，只能算是警告吧。江叔，您请说。
其实很简单，对我女儿好点，我只希望我女儿过得开心，仅此而已。至于其他什么事情，我都不在意，无论什么事情。我又何尝不是呢？陆离轻声开口，迎上江云峰投来的目光，丝毫没有避让。在对视几秒后，你是我遇到过第2个愿意和我对视的人。上一个是连雪吗？不是她，那小丫头片子宁可盯着奥特曼那俩咸鸭蛋看，也不想多看我这糟老头子几眼。啊，这倒是他的风格。第1个愿意和我对视的人是我曾经的妻子，她喜欢看我的眼睛，说我的眼睛里有着世上最美丽的海洋。叔，有点肉麻了。只可惜，我再也听不到这句话了。在生下小雪后不久，她就去世了。什么？连雪她？她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，她一直相信母亲化作了风陪伴在自己身边，所以很多时候她都喜欢在风中轻语，那是她在向另一个世界爱的人传达自己的爱意。所以她喜欢旋转木马，喜欢躺在晚风吹过的乌篷船。看来她已经提前带你见过家长了。陆离呆住了，他的脑海中想起那夜的场景。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。在遇到你之前，小雪每天都要健身锻炼，控制饮食。她其实是一个内心很坚定的公主，需要自己来保护自己。陆离明白他的话外之意，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，他相信陆离会保护好他的。我这个老家伙又不再过多絮叨，你只好玩好，或者可以考虑和小雪一起私奔逃离宴会。叔，你平常玛丽苏小说没少看吧？哈哈哈哈！江云峰哈哈尬笑了几声后就走开了，准备去和几个老朋友聊聊天，扎扎心。陆离见状松了一口气，他悄悄走到江连雪身后。猜猜我是谁？是我的小怪兽吗？猜猜我是谁？是我的小怪兽吗？真聪明，奖励1块进口糖。不行，这里人太多了。还有，老爹和你说什么了？叔和我说，要我带你私奔逃离宴会。我最听我老爹的话了。那咱们换个衣服就溜吧。好啊。半小时后，两人开车来到一处山顶湖泊，那里有一片湖，带我去那里吧。陆离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眼前是一片漆黑，属实是看不见任何湖泊的踪迹。你确定这里有湖？不会记错的，我以前在那里摸过鱼。我鞋丢在庄园了，来背我。当时我看见你帅气的把鞋踢掉，就预料到会发生这么一幕了。陆离转身弯腰，江连雪笑着扑到他的背上，并不算很重，柔软的触感挤压在陆离的后背。他双手托住江连雪，向前走去。陆离，怎么了？哪里硌到你了吗？没有，躺在你的背上很舒服。那你叫我名字是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只是喜欢你，所以忍不住想要叫你名字而已。江连雪笑弯了眉，用鼻尖傻傻的蹭着陆离的肩头。喂，你该不会是在蹭鼻涕呢吧？你胡说，奥特曼是不会流鼻涕的。江连雪，干嘛？江连雪一脸警惕，只要陆离敢凶自己，他就哭给他看。不干什么，只是喜欢你，所以忍不住想要叫你名字而已。江连雪愣了一下，龙咆哮，然后嗷呜一下把头埋到陆离脖间亲了起来。你怎么能这么作弊？这还让我怎么去生你的气？都老夫老妻了，生什么气嘛？谁和你老夫老妻的？我俩明明刚在一起1个月不到吗？都差不多嘛。看到糊了，放我到那石头上，然后乖乖和我亲10分钟，我就原谅你。10分钟？我怕把你小嘴亲肿喽。那就亲别的地方吗？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不行，你整天脑子里想些什么？被放到石头上的江连雪身体侧坐着，她仰着头，瞪大眼睛看向陆离，似乎生怕他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只想亲亲你的手而已。我信你个鬼！你个小怪兽鬼得很。这就是所谓女人的直觉吗？石头有点凉啊，要不要坐我怀里？你这如意算盘打的是真响。虽然江连雪嘴上这么吐槽，但身体还是很老实的侧身坐到陆离的腿上。月色冷清，两人坐在湖畔石头上拥吻着，目光有些迷离。江连雪抬脚踏入湖中摸鱼，见状，陆离也跟着走入湖中，学着江连雪，双手伸进湖里摸鱼。就在他全神贯注寻找鱼的身影时，江连雪突然站起身，啊呜！陆离顿时被吓了一跳，脚下一滑，整个身体向后仰去，他只感觉天旋地转一瞬，等反应过来时，人已经坐到了湖水之中，身上的衣服也彻底浸湿。恶作剧得逞的江连雪跳着蹲下身来，扭身跨坐到他的身上，他俯下身去，火辣的身材曲线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的诱人。江连雪嘴角微微扬起，身体紧紧贴在陆离胸口。眼前的一幕虽然香艳无比，但陆离还是忍住了心中的悸动。他伸臂从湖中抱起江连雪，这样很容易感冒的。这不是想到，就算感冒了，哥哥也会照顾人家吗？小家子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的哥哥也会感冒呢？
对不起。江连雪低下头去，她真的只是一时兴奋，然后忘了后果。只要和陆离在一起，她就会丢失掉自己的稳重，变成任性的小孩子。陆离抱着江连雪，加快脚步赶回到车旁。杜丁愣了一下，来时敞篷超跑吹风多潇洒，归时敞篷超跑吹风就有多冰凉。这要是开着跑车把你送下山去，明天必定感冒。可以给刘叔打个电话，他此时应该在半山腰待命。几分钟后，一辆黑色轿车很快出现在视线之中。小姐、少爷，车里座椅已经加热，干净毛巾已经备好，这辆车稍后会有别人开回去，二位不用担心。陆离抱着江连雪钻入到轿车后座，车内的温度很是温暖。江连雪乖乖地坐在座椅上，任由陆离用毛巾擦着她的头发。刘叔，您早就料到我们两个要落水。恕我直言，在本人最后悔传授给小姐的几个技能中，摸鱼绝对名列前茅。所以摸鱼这个技能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早年游历时从非洲一个部落那里学来的。刘叔，还有什么技能是你后悔教给连雪的？下一秒，他就感觉眼前一黑，江连雪已经侧身把他的头埋到自己的胸前，轻拍他的后脑勺。就你问题多，就你问题多。江连雪用毛巾给陆离擦着头发，刚刚掉到水中的又不只是他一人。陆离笑着闭上眼睛，享受着包裹住自己的柔软，这样感觉似乎也很不错。来啊，哥哥，一起睡觉吗？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你浑身也已经湿了，这边还没有换洗的衣物。江连雪腼腆地点了点头，就好似古代被翻牌的妃子，缩在被子里一脸期待。你也应该清楚，我也没有换洗衣物吧？嘿嘿嘿，我相信你不会胡来。既然江连雪都不怕，陆离就更不怂了，直接钻入被子中，轻轻吻了一下江连雪的额头。晚安，小奥特曼。晚安，小怪兽。次日课堂，陆离一整个上午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。同寝室的三人一脸凝重地看向他，眼神中满是悲壮。我操！你们什么情况？怎么一副送别的表情呢？老陆啊，同居之后也要保重好身体，注意节制啊。是啊，2天不见，你整个人感觉都虚了一样。不就是起太早，精神不太好，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？中午食堂内，陆离一边等着午饭，一边掏出手机和江连雪聊着天。下午我要去取 cos 服，到时候给你拍一下衣服的照片。下午我室友让我帮他的忙，正好就把今天的健身任务做了。好的，其实除了刘莹的 cos 服以外，我还定制了另外一套其他的，等你晚上回家后，我可以穿上给你个惊喜。看到这个消息，陆离只感觉身体发热，迫不及待想要现在就赶回家中。突然李涛发来消息，陆离，11魔动漫展你能搞到票吗？瑶瑶想去玩，可是没有票。我可以帮你问问连雪有没有办法。多谢兄弟出手相助。陆离直接给江连雪打去了电话，刚一拨通电话，那一头就传来一阵哥哥哥哥的夹子音。好好说话，李涛有点事想找你帮忙。好吗？说说看。陆离把李涛的麻烦说了一遍。没问题，我来搞定。等下午上班时间了，我给瑶瑶姐回信。我的宝还是厉害呀，亲一个。嘿嘿，也不看看我是谁，小奥特曼出马，一个顶俩。下午，陆离刚刚健完身，又给江连雪发去消息，问问 cos 服取好没。马上就到学校门口了，晚上回家吃吗？好啊，韩姨的手艺可比饭店强多了。还不是因为你来了，换做从前，韩姨做的饭菜可是清淡的很。好了，快点回家，给你看我的惊喜 cos 服。看着微信消息，陆离不禁笑了笑。江连雪口中的惊喜 cos 服，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心动，他已经能够猜到，8成又会是青蛙皮套一类的东西。至于宅男梦想中那些性感劲爆、布料很少的诱惑服装，陆离是不太抱有什么希望的。当他赶到校门口时，那辆熟悉的黑色轿车恰巧驶到校门外的马路旁。这是刚从公司回来？是的，刚刚在看最新的财务报告，都没注意到你已经来了。下一秒，江连雪展开双臂奔向陆离。今天周一上班忙了一天，好累的，要抱抱，要亲亲。我刚刚健身完，还没有洗澡，回家洗完澡以后再抱。嘿嘿，这样岂不是更好？你不要总是表现得这么像个变态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不一直都是如此吗？江连雪身体前倾，环抱陆离，轻揉着他的胸肌。已经抱抱了，现在可以亲亲了吗？我就算说不可以，有用吗？那当然是没用了。为了准备和你接吻，刚刚从公司离开以后，在车上我可是特意涂了唇膏哦。哦，那我可要好好尝一尝，看看这唇膏到底是什么味道的。两人的脸庞越来越近，互相对视，笑而不语。几分钟后，陆离确认了今日份唇膏是薄荷味的。面色微微泛红的江连雪把头埋到陆离的胸口，露出傻傻的笑容。陆离，抱着你好舒服啊，今天的我比昨天还要喜欢你。搂抱着江连雪的陆离靠坐在轿车松软的后座上，鼻息间满是她秀发的芬芳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呀？当刘叔把车开回到地下车库时，
江连雪已经在陆离怀中沉沉睡去，陆离抱着她走回卧室。自从开始锻炼以来，她的臂力提升最为显著。把江连雪放到床上后，他洗了个澡，再次出来时被眼前一幕震惊了。只见恐龙晃了晃脑袋，传出一声奶萌奶萌的吼声。啊呜！这就是你口中给我准备的惊喜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威猛？要是霸王龙都像你这么可爱，估计早就被其他恐龙给灭绝了。对于陆离的话，江连雪很是不服。他上前刚想反驳，脚下一个踉跄，啪的一下摔倒在地上。陆离愣了一下，顿时笑得前仰后合。别笑了，大坏蛋，快点扶我起来嘛！陆离依旧止不住笑，他弯腰拉起江连雪。为什么这件衣服会这么沉？宝，你为什么能这么傻，这么可爱？怎么，你羡慕啦？这叫天赋，懂不懂？好啦好啦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忘记刚刚那一幕？我想想，这样吧，你吻我1万次，我就可以考虑一下忘记。1万次？我太合金狗嘴啊！亲你1万次做不到，但是我有别的好东西可以给你见识一下。给哥们瞅瞅，怎么个事？先帮我把这衣服脱一下。不是哥们，你当时怎么穿上去的？你别管嘛，让你脱你就脱。不是哥们，你当时怎么穿上去的？哎呀，你别管嘛，让你脱你就脱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出 cos， 也不知道好不好看。陆离傻眼了，在游戏里经常看到这个角色，已经习惯了，觉得没有什么。但是当江连雪真的在现实中穿上这身衣服时，他才发觉竟然会是如此的具有杀伤力。不行，这衣服你绝不能穿去漫展。那当然了，这可是专门穿给你一个人看的哦。陆离顿时捂住自己的胸口，刚刚那一瞬间，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好像停了一下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，我都抱这么紧了，还能不好看吗？经常有人问，谈一个 coser 当女友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此时陆离的快乐已是常人所不能及，江连雪也感觉到了不对劲。这身衣服杀伤力那么大吗？我感觉已经可以死而无憾了。呸呸呸，瞎说什么呢？还有那么多好看的 cos 服要给你看呢，以后每天晚上换一身如何？果真吗？义父。哼哼，看你表现。江连雪笑着昂起头，小表情和狐狸如出一辙。晚饭时间，刚刚坐下，他就开始不老实起来，小脚开始蹭起陆离的腿。对此陆离已经习以为常。现在出元神角色的 cos， 漫展还要出崩铁角色的，孩子你是又圆又崩，无敌了。和我比，你玩的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吧？对了，你漫展不准备出个角色吗？没问题。真的吗？要出哪个角色啊？把你的奥特曼皮套借我，到时候我直接在漫展上来一手奇迹再现。要是觉得不太行，把刚刚的恐龙玩偶服借我也行，到时候我可以表演一个恶龙咆哮。你是不是在借机嘲笑我呢？怎么会呢，宝？你那么可爱，这是在致敬你。你最好是。那李涛和瑶瑶呢？他们俩不也要去漫展出 cos 吗？好像瑶瑶姐会出，只是不知道出谁的。好哎。吃过晚饭，两人回到卧室，陆离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改着剧本，江连雪则是穿着 cos 服坐到陆离的怀中，这让他根本无心工作。怎么又卡文了？我感觉这段挺好写的嘛。我不知道我在写什么，我的双眼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蒙蔽了。我这是在训练你的抗干扰能力，这样才能让你无论处于什么环境下，大脑思路都能保证活跃。今天不干活了，好不好？可是这周5就要飞去魔都了，到时候11假期还有时间改剧本吗？那要不我到书房先把活干完，然后再来找你贴贴。好，那我登你号，帮你把游戏干了。老婆，我俩现在去把证领了吧？好啦，快去把剧本改好，然后来和我一起打游戏。好嘞。星期五很快到来，教室中，陆离看向3位室友，几位小长假都是怎么安排的？回家吗？于一人和王旭都点了点头。老维不回家吗？我记得你不是住在江南城的吧？我都憋了一早上了，就是为了等见到老陆你以后再说。陆离几人惊了，同时意识到了什么。女神她约我一起出去旅游了。老维啊，他该不会盯上你腰子了吧？怎么可能？他和我说要去参加火星音乐节，还开车自驾带我过去，票已经买好了，房也开好了，不需要我干什么，只要出个人就行。不是哥们，这明显是他原本想要约的人出不来了，拿你当备胎呢。我知道啊，老陆，我一直记得你说过的话呢，好女孩莫辜负，坏女孩莫浪费。放心，我只缠身子，不动感情。他对于韦明翰说的话，怎么感觉那么不相信呢？虽然韦明翰口口声声说着自己绝对不动心，但陆离只感觉他在越陷越深。只可惜恋爱这种事，只有在自己真正被伤过之后，才有机会醒悟。下课后，陆离和江连雪来到机场，准备前往魔都。这一次，主办方那边听说我要出萨姆的 cos， 特意留了一个小展台给我，一共有半个小时的演出时间。这没有给你发点工资吗？
我出 cos 是为了快乐，又不是为了那点钱。到时候你是在展台那里等会我，还是替我去拍一拍其他姐姐的大雷？去漫展就是奔着大雷去的是吧？江连雪的变态程度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会到处去拍人家女生的那种地方呢？那是会被当成痴汉的。有本事你到时候也别拍腿。我替你去拍大雷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被拿捏住软肋的陆离只得低下了头，他感觉还是有些奇妙，只能说不愧是自己的好哥们。随着通知登机的广播响起，两人开始准备登机。座椅上，陆离正给父母发去消息报平安，江连雪突然凑了过来：“陆离，啥时候带我去见家长呀？”陆离。魔都某酒店内，泡完澡刚一见面，江连雪就迫不及待向着陆离跑去，张开双臂一把将其抱住，整个脸都贴在他的胸膛，上下蹭着。刚刚洗完澡，果然香香的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果然你都是软软的。软软的不好吗？好，软软的很好，让我忍不住想要吃一口。那让你吃一口嘴巴，别的地方现在不可以。一边说着，江连雪一边仰着头亲上陆离的嘴唇。站在一旁的李涛和瑶瑶看到这一幕，感觉很是羡慕，他们互相对视一眼，也想要亲亲，但是立刻又挪开了目光，只是悄悄牵起手。说来也是巧，四人正好定在了一个酒店，在学校狗粮吃不够，来了魔都还得再吃一遍。来到休息区的四人准备王者开黑，见识过李涛实力的陆离抢先开口：“你们3排，我看着连雪玩就好了。”啊，这陆离这家伙怎么跑得比我还快？没办法，谁让李涛是我男友，再菜也要带。瑶瑶越想越觉得亏，还是忍不住扭头瞪了一下李涛。我还没选英雄呢，怎么就开始生气了？陆离双手环住纤细的腰肢，把头搭在香肩上，和江连雪脸贴着脸，一起看向手机屏幕。趁着游戏还没开，江连雪笑着扭头嘬了一下陆离的脸蛋。话说大家最近总在催更，我索性换了台新电脑，剪辑快多了。旧的联想拯救者我放转转上回收了2400多，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、游戏机、相机啥的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我要开始打游戏了哦，不能亲我干扰我。看着一脸坏笑的江连雪，陆离放在他腰间的手轻轻挠了挠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要选英雄了啊！陆离笑着松开手，和江连雪亲了一下后就乖乖坐好。李涛和瑶瑶看到这一幕，就像屏幕前的宝子们一样，都露出姨母般的微笑。现在都在笑，等打完一把以后再看看还有谁能笑得出来。当10几分钟后，看着那红色的失败图标，江连雪傻眼了，她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没事的宝，你已经玩得很好了。另一边的李涛和瑶瑶互相对视着，李涛神情尴尬，欲言又止。看我干嘛？难道你也想让我亲你一下，然后夸你已经玩得很好了？可以吗？你宝，你玩的可真好呢。话音落毕，他低头用力亲了上去。见此情景，陆离立刻双手捂住了江连雪的眼睛，一脸严肃：“小孩子不要看。”陆离，你个大坏蛋！嘿嘿，我爱听，多骂一下。又打了几把游戏后，瑶瑶终于忍不住起身：“我先和李涛回房间了，有些事情需要好好交流一下。”我们什么时候回去？再躺一会吗？半小时之后叫我。好。说完，陆离拿起手机刷起视频来，但随着江连雪步入梦乡，他的目光也忍不住注视起她。精致的脸庞是那么完美，越看越觉得欢喜，看多久都不会觉得腻。几分钟后，陆离和江连雪回到房间。为了惩罚你刚刚提前弄醒我，今天晚上你每次闭上眼睛，我就要亲你一口，让你根本睡不着觉。这样啊？陆离咧嘴一笑，然后猛地闭上了眼。次日清晨，早早醒来的陆离正和李涛约定着碰头时间。回复完消息后，他搓了搓江连雪的脸蛋：“你早就醒了是不是？”只要在哥哥身边，我就永远是醉生梦死，不会醒来。这些话你都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江连雪抬头亲了一下陆离后坐起身来。今天要去滩边那里了吗？南京路那一片。11去，那可是真的人山人海啊。所以到时候你要拉紧我的手，别被冲走了。放心，到时候我整个人都抱紧你的胳膊，就像是吊在树上的树懒，打死也不松手。好，小树懒，我们去洗漱怎么样？好。江连雪一把扑向陆离，紧紧搂住他的胳膊。不用现在就抱吧，我要提前练习一下。你这样我没法刷牙了。没关系，我来给你刷。洗漱完后，两人来到酒店餐厅，拿着自助早餐盘。现在你该松手了吧？我想坐你怀里。开玩笑的啦。听说南京路上新开了一家店，里面全是卖2次元各种手办模型、谷子什么的地方。要去那里看看吗？还想去高达中心看看，想买好多东西回去啊。没事，不用着急，我们要待1周时间呢。
足够去把这些地方都走一遍的。陆离现在才意识到，有一辆车是多么正确的决定。以江连雪的购物能力，要是没有一辆车的后备箱，估计是寸步难行的。吃过早饭后，两人走入酒店大堂，发现李涛和瑶瑶正坐在座位上打着游戏。瑶瑶姐，李涛到底答应你什么了？你竟然还在带他打游戏？昨天晚上交流的很满意，带他玩玩也没什么吗？可以啊，李哥，你这是为了自己的段位都献身了。靠，情侣之间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不要说的那么容易让人误解好不好？你俩先玩着，我去把车开到门口。连雪，你也在这里等会。好。